Hello，各位回到 Star Seed Soul Channel 的朋友们，大家好！感恩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爱，大家最近都过得还好吗？今日我们要一起来看的大众占卜主题是情感时钟，我们过去、现在、未来的情感剧本和灵性思考是什么？那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看的是一个情感主题啊。那借着当下我们这个水星逆行和金星逆行，我们通过宇宙的视角打破时间线啊，给予我们的这个规制，我们来看一下属于我们的这个情感剧本是什么。那这个我们呢，可以是大家心目当中所想的对象，跟我们今天这个连结这一段感情。大家呢也可以通过今日的连结来看一下，可能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情感剧本是什么样的。好，如果这一份剧本是你喜欢的，我们大可以去展开双臂，以我们当下能量去吸引它到来。那如果这个剧本当中有需要我们思考、需要我们成长的部分，也希望所有连接影片的朋友们，打开我们的心轮，感受宇宙给我们的爱，并且呢，以最强烈的愿力去改变或者是转换我们人生当中的一部分剧本，让它成为更有爱的版本，或者说能量更强大的版本。你们是自由的。那今天呢，我们这个主题也会有一个跨越时间线的感觉，我们会看一下过去、当下和未来，我们可以验证一下以当下这个时间点为基准。那目前呢，我们和对方有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情感上的连接，我们之间的一个想法是怎么样的，来帮助我们去辨别一下，好，这位是谁，或者说我们要看的这个能量场在什么样的状况底下。那希望呢，可以通过大众占卜也连接到大家，传递大家需要的讯息，带给大家疗愈和能量以及陪伴。非常感恩大家的到来，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好，我们下面一起来进入选牌之前的冥想环节，我们会用声音震动的方式来帮助大家做一个磁场的净化清理，也帮助我们对齐各个脉轮。大家呢可以寻找一个安全的环境，好，或者说安静的环境然后在全部 OK 的状况底下，我们可以闭上双眼，放松我们的身体，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宇宙的声音。
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我们今日的冥想部分就完成了，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做一个快速的清理和疗愈。大家呢可以缓缓的、好轻松的感受我们的呼吸。我们也可以抖动一下我们的双手和双腿。好，如果正在呈坐姿的朋友也可以左右晃动一下，好，感受我们的能量正在变得轻盈、平衡。好，接下来让我们缓缓地睁开双眼，感受一下我们面前从左到右的3副组牌。我们今日要一起来连起的主题是情感时钟，我们过去、现在、未来的情感剧本和灵性思考是什么？这当中也包含了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大家呢可以在心目当中好想着一个对象，好想着一个想要去测试或者说连接的人。我们可以在这3副组牌当中找寻你需要的能量和讯息。那今天我们的卡牌呢是3张，这个韦特牌当中的是艺术插画，除了我们78张卡牌之外呢，这韦特牌也送给我们几张很好看的插画。那我们就用这几张牌来作为我们的选项，跟大家呢进行一下连结。好，我们最左边的第一副组牌，好，我们有参照天然石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爱心水晶石，这是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的插画和天然石，大家可以感应一下。好，这个色彩和画风，这当中的能量讯息是否是和我们以及这个人有感应的呢？这是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好，那到了我们中间的一副组牌，好，我们参照的天然石是一颗粉色爱心水晶石。粉红色的爱心水晶石，大家可以感应一下这个能量是否是和我们以及我们心目当中的这个人相对应的呢？这是我们中间的一副组牌。好，我们最右边第3副组牌，好，我们参照天然石是一颗白色，好，应该是蛋白石啊，好，蛋白石的白色爱心天然石，白色爱心水晶石。好，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颗水晶石天然石给予我们的信号，好，以及包括了这颗卡牌。好，我们这一幅画作是否是和我们的能量相对应，正在吸引和连接我们的呢？这是我们的第3副组牌。如果我们有多个对象想要测试和连接的话，大家可以选择多副组牌。以及有可能对于一个人一段关系，我们会有不同的这个选项啊，我们想要去触碰和连接一下，大家可以排一个优先顺位。因为这是一个大众占卜，首先是为大家所用的，大家可以用自己喜爱的方式去使用它，接收这些讯息。那再者就是我们的能量有可能被分散在不同的卡牌当中，因为很多朋友会来我们的影片当中进行连接，也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厚爱。好，那选好的朋友们啊，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日的抽牌和读牌吧。好，选到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一颗绿色爱心水晶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我们来分析的主题呢是情感时钟，我们看一下我们过去、现在、未来的情感剧本和灵性思考是什么，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这则影片的朋友们取得需要的讯息。好，第一组的朋友啊，对应我们的一颗绿色爱心水晶石，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关于我们这段连结啊，哇，好可爱啊，跟我们的这个主牌有点相似，有没有？好，我们看的是9号啊 ，Belonging。归属感，我们看到这下面的讯息啊，与在一起啊 ，togetherness，welcoming， 被欢迎的，或者说打开我们的心轮，相互连接，
相互热爱和吸引的。我们这一组的朋友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这种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感觉。那一些朋友有可能他确实是你的初恋，或者确实是青梅竹马，也有一些朋友他有可能跟你在前一世，就有这种比如说跨越了现实的社会环境，有可能你们在同样的社区，有可能你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家庭，你们有不一样的背景，但是你们却在某一个时空点心灵相通。有少数朋友呢，这一位就是你的前世伴侣或者初恋的恋人了，因此你对对方是非常的印象深刻，而且你们有可能会打开你们内在小孩进行连结，留给对方的印象呢是非常的天真、烂漫、有诗意，而且呢非常的会打开心轮，相互赠予。因为我们这边有就后边有这个拿着花束的女孩，以及前面正在去细绣鲜花的有可能是小男孩，或者说两个人正在用内心小孩的方式去打开你们连结这个自然，也包含了去连结周围你们爱的人。因此我看到这个人他教会了你如何去爱，或者说在你们去连结那个阶段，你们会重归内在小孩的状态，重新用童真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你们是相互归属的，所以这个人会让你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一种淡淡的田园的气息青草的芳香或者说你会感受到跟他之间有可能会有一种烂漫的漫步在田园，然后漫步在春风当中，一种浪漫的一些记忆或者是情怀。是的，我看到这个人他会带给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这样的感受，或者说你会留给他这样的一个感受，源于你们之间呢前世的这种连结。我看到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其实是非常懂爱和会爱的人，你们值得去爱。还有我看到这个人有可能是一些朋友是就是有一些年龄差的恋情，如果对方更成熟的话，他有一种果决和保护欲，会让你觉得呢时时刻刻在被关注着，被支持着，而且他的意见和他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对你有可能有很深远的影响。而如果反过来，我们是这个年下恋情当中比较成熟的一方，对方在你面前就是天真的，甚至不会带有任何的忧虑的小孩子，他也有可能会把自己最真实的情绪暴露和展露给你。那我们的第一组的朋友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连结呢，就很像是彼此心灵深处的这个很像是栀子花或者说是铃兰花丁香花那种感觉，淡淡的灿烂的绽放，但是又不会太过于耀眼或太过于浓烈。那你们呢，在被宇宙和大地之灵保护，所以在你们的周围有可能会有大地守护灵、祖先指导灵等等，让你们结缘和有这个缘分。有少数朋友，你们有可能有过短暂的这种交集，印象非常的深刻，非常的疗愈，却因为现实的环境和原因没有办法真正的走在一起。第一组朋友，对方对你是印象深刻的，而且你们给对方带来这个能量和有可能是连接一个人、连接一个灵魂的机会，其实是非常难得的。我看到这个认知当中有这个9号嘛，这个9号其实也有一种异地异文化或者说隔了这个物理距离、地理距离的感觉，所以也有些朋友最近对方和你呢有可能不在同样的空间，不在同样的这个城市区域等等，但是你们之间有一种心灵上的连接，让彼此永远都不会在感受上跟对方是冷漠的、淡漠的。不管你们是不是长久的没有联络了，还是偶尔呢想要给对方一个问候，还是说你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是有见面的，不过呢很少跟对方真正的去沟通，真正的发简讯打电话等等，那对方和你我看到是心灵上能够相互支持的人。这边的主牌里边这个画像我们有一种感受，没有很像它是你的后辈和依靠。好，它会给你一个托底或者说你们之间呢有一层神圣的连结，是这种过去比如说师姐、师弟、师兄、师妹的关系就这样的一种感觉，让我们觉得什么？你们是属于同样的家园的，有对方在的地方，你们会真正的打开心轮去找到自己，和有可能是表达自己的同时，对方也会用很大的一双手来对你进行疗愈，或者说你在疗愈对方，这个是彼此的。我也看到有一些朋友你和对方在经历了这个美好的关系之后，也有一些因为一些原因会，比如说各自在天涯的一方等等，但是你们之间这个连结是印在你们的阿卡西深处，我看到这个印象非常的深刻，而且是温馨归属感。
好，或者说给予彼此使命感，真正的支持。有这个人在，你就像是能看到星星一样，能够在内心里边真正的去感受、感恩和信仰爱，并且成为更好的自己啊，有这样的一个讯息存在。也有一些人一些朋友啊，这个人他是你的另外一半啊，那非常的恭喜你在这一世也找到了潜意识的青梅竹马的伴侣。你们之间最好的方式是打开心轮，跟彼此的内心小孩互动。好，这种陪伴是隽永的、永恒的。我们看一下过去、现在、未来，抽一下牌啊。好，过去我们看到是 Ace of Swords， 我们抽一张就可以了。看一下现在，哦，我们刚刚出现的牌一样哎 ，Third of Swords， 宝剑3号的逆位。好，我们看一下未来 The High Priestess 有没有心灵伴侣啊？第一组里边我看到你们是心灵上的伴侣。在过去呢，我们看到是宝剑1号嘛。很多朋友啊，你们的过去有可能和这个理性以及客观现实有关。比如它的出现呢，是应了当下的实景，有可能是你们周边的人呢，让你们走到一起啊。比如说，两个人相互学习吧，你们有可能在同样的组织、学习单位，有可能是一些朋友是学校或者是机关当中。更多朋友看到你们是一见倾心的、一见钟情的，但是这个宝剑1号其实未必是完全的动情，也有在理性上会给出责任感，给出明确的判断和分析。一部分朋友有可能你们在工作关系里边，一个是上司，一个是下属。Ace of Swords 一眼定终身啊！我们金庸先生写过一句话啊，一见杨过误终生，有没有？所以一些朋友有可能他是你的杨过或者小龙女啊，有点有趣的比喻啊。所以这个 Ace of Swords 我们讲过来是在过去，你们会因为这个彼此身上特殊的一些点而真的是相互喜欢。我看到这种吸引是没有任何缘由，比如说对方经济条件、对方的外形、对方是不是我的菜等等，是磁场和气场上相互吸引啊，就是他的那种感觉。这里边有点宿命感啊，但是宝剑1号代表了因为客观元素有可能暂时无法走到一起，或者说你们因为两个人都很理智，我们选择各自的发展之路吧。我往东，你往西，我们在各自的国家、各自的城市生活，也有这样的一个意味。有少数朋友你们曾经告白过，两个人也曾经深谈过，但是确实也会因为现实的原因不再往前去走。宝剑1号其实也代表了一种断联和断舍离，比如说我们之间因为没有现实的一些真正可以挂钩、真正可以去连接的地方，那我们就非常大胆的去做属于自己的选择，走自己的人生之路吧。所以它有可能会变成你的有可能是灵魂上的伴侣或灵魂上的知己等等。这个感情里边理性元素是很多的，所以我们看到都是这个宝剑元素，包含了女祭司啊，这个神圣阴性能量，包含我们的个人意识等等的元素出现。好，这是过去啊，大家可以做一个验证。那当下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宝剑3号的逆位，不管过去是否断联了，是否因为现实条件两个人摊牌了，是否当下两个人不在同样的一个界面，不在同样的一个空间生活，因为我们这边也有两个人好像在两个图层当中的一个意味啊。两个人在不同的维度、不同的空间里边去，有可能是展翅飞翔，有可能是做自己必须要做的事情，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宝剑3号的逆位是3把插在心上的宝剑掉到了地上。好，宇宙和大地以及这个自然啊，我们这个三维星球是有吸引力的，好，有重力的啊。所以说有可能因为这个重力的元素插在我们心上的宝剑渐渐的掉了下来，我们的心面临了愈合。所以呢，在当下这个阶段，更个别的朋友，你们在这个关系的愈合期，你们有可能在愈合的过程当中，也让你们的心轮变得更加打开和强大了。你们方知什么是爱，或者说理解爱，有可能有的时候确实有一些无奈，确实有一些要停下我们的私欲，停下我们小我的思考，或者说有可能要用大爱的方式看一件事情，这个意味。所以宝剑3号的逆位代表当下一些问题在被化解。如果对方和你当下在暂时的冷静期啊、断联期啊，或当下在一个没有办法干涉和影响到对方的时期，你们在对方身上遗留下来的负面能量和创伤正在化解，也包含对方留给你的也正在消化。你有可能在颠倒过来重新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反而会有一些感谢。我们并不是在被对方所控制，或者说我们在被 PUA 等等被精神控制之类的，反而是这个经历在教会我们这组朋友，或教会对方怎么样用成熟的方式，怎么样用真正 grounding 用3D 的方式跟对方进行
一种连结。我看到你留给对方的好，对方在重温或复盘的时候，他真正的是有所察觉，并且有些朋友呢，你们之间也有一些悔恨的元素，比如说后悔跟对方好像说话太过直接，好像后悔有的时候太过于决绝。不过这个原因并不是伤害，我看到是由于爱和理性，或者说因为非常高的个人理想。所以这边我看到当下很多朋友，你们在梦醒来想清楚这件事情，不再为此伤怀。如果伤心的话，你们在一个伤心的治愈后期，这个治疗或者说这个内在里边的疗愈啊，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成熟，也会让我们在感情当中有可能是会变得更加理解如何自我保护和保护对方。未来什么样？我们看到的 High Priestess 女祭司的正位，这代表了我们在这边有一种阴阳合一的感觉。因为女祭司呢是突破了我们这边二元对立啊，然后手中呢拿有我们不管是塔罗宝典还是说灵性的宝典。我们这个女祭司的脚下呢是有一轮新月啊，一轮弯月，代表了超高的直觉力、觉察力和领悟力。所以未来呢，两个人会充满悟性的去理解对方，并且有可能在对的时间点，你们会非常冷静的跟对方沟通。你们有可能会有一个新的面貌进入对方的世界，但这个新的面貌并不只是在外在的，更多体现在内在。你们会用新的方式和方法去探求跟对方在心灵上的连接和互动是什么。如果这个人是冥顽不灵的，你认为对方好像太过三维，太过于现实，或者他有点太刀子怼豆腐心了等等，我认为你们都会因为理解对方而软化下来，不会太过于去纠结对方带给你的烦恼和痛苦是什么。相反，你们有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加理解自己。也有一些朋友会通过这个感情关系去走向灵性的修行、灵性的觉醒，或修行一些宗教。你们会看一些经典，进行一些在灵性上的领悟。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有可能是你非常重要的一位灵魂伴侣，但你们之间这个交集有可能带来的意义是不只是三维，或者说在这个真正的情感上我们要有什么样的连接，更多的有可能在未来你们会发现这个灵性思考它是永恒的，并且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精神振奋，让我们呢看到了在情感之外，这个我们个人灵性成长的可能性是什么？当然，如果在情感之内，你们的发展，其实女祭司牌也有种静静的等待和观察。那不一定说两个人真正发生了什么样的剧情，但是有可能在你们的笔下，在你们的灵性范畴之内，你们已经写下了数十卷关于你们的小说，关于你们的记录。这个人会启迪你去进入在灵性上的探索以外，也会激发你的创造力和思考力以及言语表达能力。我看到在未来你们会在对的时间呢去连接，但这个时机点是宇宙给的，有可能并没有那么快。那也有些朋友看到你们一直在默默的去关注，默默的去祝福对方，对方也一样啊，把同样的能量回向给你们。所以在这样一个连接当中，我认为你们在心灵上其实已经走到了一起。当然有一些朋友会说这个太过于柏拉图，在真正的未来当中，我们的剧本是什么样的？女祭司牌代表了真爱，但是它也代表了此情可待啊。所以有可能我们之间要在这一世等待一下，等待一段时间，不管是几周、几个月、几年，还是有些朋友在这一世去等待，但是没有关系啊。我看到你们在通过互相的能量创造的这个爱的磁场是非常伟大的，甚至呢也有一些功德会呈现出功德之后，我们自然而然可以将我们需要的东西化为一种福报的兑现，好吗？所以这个信息送给大家。那下面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一套塔罗牌来进行一下仔细的分析啊。我们这个情感剧本是什么？也包含对方有什么样的能量啊 ？Page of Cups， 好 ，Three of Pentacles，Six of Swords， 多少有一些暗恋的元素在这当中啊。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有可能在比较懵懂的时候，或者说你认为对方有点懵懂，以及你有点懵懂的时候，糊里糊涂的遇见对方啊，这个人身上有你之前没有见过的光亮、色彩，他的 aura 跟其他人不大一样，所以你会非常惊讶于对方的一些表达方式，他的性格色彩、他的气质等等是非常吸引人的。这边是有一种俊男美女的组合啊，然后有一种这种两小无猜、这种青梅竹马的感觉啊，这样的一个剧本。有少数朋友啊，我们看到这个鱼从这个圣杯当中弹跳出来。好，我们的圣杯侍从呢，本身在
真正的我们的主要的这个 tarot 当中，因为我们抽的这一套是 after tarot， 就是塔罗的后塔罗啊。塔罗之后的下一帧的剧情是什么呢？那我们看到这个鱼从杯子当中弹跳出来，它是要回归岸还是回归大海，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认为有可能你们会因为一些小小的误解和误会，有点擦身而过，或者说对方他有可能确实是一尾金鱼啊，一尾鱼啊，一个美人鱼，他要回归他的海洋，所以有可能你想要去用某一种浪漫的方式去留住对方，连接对方，但是你们之间的这种沟通好像隔了一个频率，或者说你们没有用一样的语言啊，不一定是三维的语言，但是在意识上、想法上有可能不一样。这边我还是看到一些年下恋情啊，比如说有成熟的女生，然后搭配了内在小孩非常天真和纯真自在的另外一半啊，不管是同性还是异性之间的关系，你们之间的这个灵魂的律动方式，有可能有一方要去带动另一方，这个是有一种归属感或者归家的感觉。再看一下正义牌，我们看到有恋人牌出现，遮挡一下。继续看一下啊，我们这个剧本是什么样的呢？ Six of Pentacles， Queen of Pentacles 你们之间的感情啊，历久而弥新。首先呢，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些朋友在这个感情到来的时候，我还是看到有一见钟情的意思，或者说这个一见对方误终身，就对方他会成为你心目当中很重要的人，你也容易成为对方心目当中一直想守护的那一朵白玫瑰啊、白月光之类的啊。但是我看到有可能在现实当中，你们有还是一样身份上的不同，或者说你们之间能够去话语互相对话的机会是比较少的。少数朋友这是一种默默的仰视、暗恋，甚至是某一个阶段你的崇拜等等等等啊。有些朋友这个是大众占卜，所以这个是有点镜面关系会反过来。比如说你是让对方非常崇拜的人，你是让对方感觉有点不好接近，但是又在生命当中非常想要走近的人，对方有可能会想要去模仿你，或者说跟着你的脚步向前去走。我看到你们之间有可能会有一段时间非常好的能够走到一起，或者对于一些朋友，如果你们的关系已经分开，这是短暂的有火花和走到一起，你们都想要去捍卫这个关系，但是其实你们两个人在关系里边体现出来是同一种保护欲和占有欲，因此好像没有办法在真正走到一起的时候能够相互的给予真正的保护、支持和关心，因为看到你们之间这个轨迹、行动的轨迹和情感的轨迹是有点错位的。怎么样能够让这种错位扭转啊？我们看到两个人需要各自成长，所以我看到起码你们关系当中的某一方在这个关系里面真正的被对方成就了，不管因为对方的幼稚，还是因为对方在某一个阶段的过度坚持，还是对方不会沟通，不能打开自己，你们都在这片有一点就是稀缺营养的土壤上真正的开出了非常亮丽和非常丰盛的花朵。所以我看到呢，有可能这个人在侧面会滋养你的个人的成长啊，滋养你的灵感，滋养你的这种灵性方面的体察和觉察力。尤其是越到成熟和年龄啊，或者说我们个人经验丰盛的时候，越是在丰盛的时候重新看待这段感情，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越是会觉得对方其实在侧面带给了你很多很多，不管是我们在过去曾经付出过，还是我们这个第一组的朋友，你们曾经在这个关系里边互相误解过，或者对方确实在这个感情里边，我们看到恋人牌和金币3号和宝剑3号嘛，选择或者说间接的想要去选择其他人。我看到总之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在这个感情关系里边，你们的剧本总是会让你变得更好，让你变得更加 grounding， 甚至让你变成真正滋养大地和滋养周遭的那一个人。好，所以我们第一组的朋友啊，我们统括一下这个剧本。初识的时候啊，因为彼此身上的优秀和光芒，或者说单纯的美丽和潇洒，我们无惧无畏的走到一起。爱是天真的，甚至有的时候爱也是青涩的，也是有些朋友为对方隐忍的。而当下的这个阶段，或我们这个故事啊写到了中间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两个人会为了爱去坚持，会展现自己固执的一面。有可能你们之间总有一些说不通、说不破和不能让对方理解的一些想法，但是我看到你们起码在为这个感情去坚持。有一些朋友是坚持做自己，有些朋友有可能两个人伤痕累累，但是愿意彼此去给予
我们在承受范围之内可能给出的，以及甚至不可能给出的照顾。我认为你们两个人其实在这个感情里边都是非常拼命的，以及你们在这个感情里边其实都是想要装酷的。然后这个装酷代表的就是想要去装作我很坚强，我很 OK， 我可以去给你想要的东西，或者说我们之间其实是可以往前去走的。有些朋友会说，哎，这个是一个暗恋啊，我们之间这个剧本没有走到对方非常坚持的这一页。权杖9号其实也代表了对方有可能曾经非常想要去接近你，因为我们这个 After Terror 看到的是2个人啊，权杖9号站在一起，而且是并肩的。比如你们有共同的工作，你们有共同的理想，对方起码用他的方式接近你，而且呢，有可能是守护你，有可能是用某一种方式想要站在你的身后，给予你更多的能量。你们是属于彼此的，其实这种占有欲也是爆棚的。但是在当下的这个阶段，或者说我们这个故事写到中叶啊，有可能你们之间有一些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宝剑6号的逆位代表了不能解决问题，或者说有一些问题被卡住了，难以通过沟通去让彼此理解啊，有点各走各的路啊，或者说我们负重了一段时间，但是却没有办法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所以感情其实是复杂的，起码我们在三维世界这个爱取有啊，爱恨离别等等，都是要很多的，有可能是业力，或者说周遭的因素，周遭的这些能量交集，成为了这样的一个剧本。所以你们的剧本并不只是相爱，或者说不相爱，或对方不喜欢你了。我认为对方其实是爱着你的，而且这份爱其实是历久而弥新，永远都是深厚的。有可能我看到一些朋友，对方会心里边这样想，打着为你好的旗号退一步，或者你们2个人有可能朋友以上而恋人未满，其实攒满了浓浓的情愫，但是因为一些现实条件的隔阂，不能走到一起。那我看到你们有可能在接触的时候会有点触电的感觉，我总是会觉得对方呢是带给你满满的吸引力，而且有可能对方会非常的吸引你想要去学习。那相反，有些朋友是你很吸引对方去观察你、学习你，站在你的周围，对方会觉得是非常荣耀的。那在这个剧本写到未来的那个阶段啊，当然我们一部分的未来从当下这个时间点上是可以改变的，或者说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理解它，让它产生在能量场上和理解力上质的飞跃。这样的话呢，我们有能量和有机会去改变到一些未来。不过为什么这个剧本它大多数还是注定的？因为因缘和合，我们能够遇见彼此，也是因为因缘业力呢，在有一些事情上我们终究是改变不了。再者不改变，在女祭司牌出现的时候反而是好的。哪怕我们这样去讲，并不是这种自我安慰呀，或者说某一种阿 Q 精神，其实真的是某一个阶段宇宙不让我们得到，是为了让我们在能量上、知性上，或者说在我们的灵魂上有更高的提升、更高的整合，甚至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可能性在进行统合和显化。所以在未来或者说后半段的这个剧情里边，我看到有一些人，你们付出了很多，有可能想要退步，或者说这个感情对方付出了一些之后，发现没有什么可能性，再转向自我的发展和成长。我看到你们在这个个人生活上非常容易，在越是成熟熟龄的时候，越是容易去建设一片事业。而且我看到你们对于彼此淡淡的这种关心啊，私下的关注啊，或者说偶尔突如其来这种袭击来的一些思念等等啊，会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种常态，所以你们会经常的想到彼此。有少数朋友，我认为你们对于彼此的这种关注和了解呢，停留在那个最美好的阶段。也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们走到一起了，还是一样，你们需要去有自己的生活目标，各忙各的。这种各忙各的，并不是说要聚少离多，不生活在一起，但是你们必须要超越爱情以外，有自己生活当中非常强的一片主权和你们有领导力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一个王国。哪怕只是每天这几个小时，你去专注做一个自己的事情工作一下，或者说你有可能在通过你的能量进行某一种显化，有可能你在照顾对方，有可能你在去疼爱对方或者盼望对方等等。我看到这个感情是可待的我们说此情可待，可以等待，但是呢，这个感情不要追逐，你可以等待，你可以吸引，但是
用吸引一定是代替追逐的，所以唯独追逐和过分的要求以及过分的付出会让我们在这个感情当中有点枯竭和过度的消耗。所以我看到在未来这个阶段，我们第一组朋友你在转身，华丽的转身啊，成为这位金币皇后或者是大地的女神。也有少数朋友你是这个风的王子啊，因为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宝剑7号的逆位，你在变得更加敏感、灵动和直接的同时呢，也懂得了一些表达技巧。有更多朋友我看到对方有可能他是一个公众人物啊，他有可能是一个形象能量非常好的人，所以他经常要把自己去付出给很多事情，有可能他要去照顾工作，有可能要去连接他周边的人，有可能他是一个环保主义者，他爱这个地球，他爱这个宇宙，他爱灵性，好，他爱他的事业等等。但不管他在爱什么，我认为你在对方心目当中的位置是最重要的。好，这个剧本里边啊，给我们带来的能量，我看到如果在事件的发展上有一点小遗憾，这个遗憾哪怕我们最后是走到一起了，我认为一些朋友，少数朋友你们会有一个 happy ending 啊。好，但是这个能量永远都指向的是什么？10宫啊，太阳双鱼10宫，一个是自我疗愈，一个是悲悯和慈悲，还有就是利他的事业。太阳双鱼10宫，我们好像通过这个人学会了如何大爱，如何去照顾更多的人，如何去打理好自己的人生。这个打理呢，我看到也并不是小我的打理，比如说我自己一个人富裕有钱有名望就可以了，我一个人可以吸引到周围的人，我不孤独，然后我拥有爱情就可以了。其实有可能在某一个阶段，你们当中的某一方会陷入到这一种物质啊，或者小我或者三维主义的这种有可能是困惑或者说是迷局和迷思当中啊。但是在未来你们都会打破自己的格局，我认为这个感情起码会成就你们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人，无论在智慧上、理解力上，还是你们在人生当中的体验感上。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人未来有什么样的行动。一些朋友有可能，如果他是你的过去式，我们看完这个剧本，希望把这个信息带给大家。如果这个人还在跟我们第一组朋友进行一些感情的互动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人当下的能量和想法以及行动啊，把这个信息呢送给大家一下。圣杯10号的逆位，有没有什么样他要给出我们的信息啊？看一下他的个人意愿怎么样。Two of Wands, Eight of Pentacles, Five of Swords。你这张牌飞出来是什么 ？Magician。他的喉咙不震动了，也就是说这个人他的沟通能力和表达能力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其实有时候我们说表达能力，它也是一个本领啊，或者说一个本能啊，就是他会不会通过喉咙震动，或通过语言，通过他的某一种行动来真实的表达自己，而不是别扭的。那我在这个关系里边看到啊，其实你们在这个情感关系里边对彼此都有超高的盼望、喜爱和期待，甚至有些朋友啊，对方对于你的期待和幻想远远的超过了他的行动能力。所以这边我们看到星星啊、女祭司啊、Six of Cups， 圣杯6号。好，这个人走得慢慢的啊，他会走向你，他会用他的方式来表达对于你的好意好感。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静静悄悄默默的一种状态。星星牌、女祭司牌、圣杯骑士牌。如果一些朋友问，这个人真的爱我吗？他真的喜欢我吗？我在这个关系里边，就是说，比如说一些朋友会说我用了一些时间，或者用了一些年份啊，我在这个关系里边有没有是被爱的一方？我是不是一厢情愿的？第一组朋友，他爱你，他欣赏你，他尊敬你，但是他有可能会觉得跟你之间是有一个距离感的。我们这边看了2张女祭司啊，我认为这个人在心灵上，他对你打开了他的心扉啊，你的手上握有打开他心扉的钥匙。但是我认为你们的感情缺了一些什么？缺了一个燃点，就好像总是两个人之间有这样一个很强烈的磁场和吸引力，但是总是缺乏一个燃点，让你们之间有一些火焰的激情，让你们有这样的一个机遇和机会去冲破这个看不见的墙、看不见的保护膜，冲到彼此的世界里边。为什么他冲不了？圣杯侍从、金币2号 Temperance， 一个有可能他的事业生活过度的忙碌，还有就有可能他有其他的这个追求和选择，让他必须要停下脚步。这个人他非常的传统和刻板呢，有的时候我认为刻板，所以会让他呢内心里边缺乏一定的底气，很难 grounding。这边呢 Temperance 节制牌也是逆位的，他的内心小孩没有被完全的疗愈到，你的出现疗愈了他内心小孩，但是这种疗愈并不是比
比如说我们这边发功给他，或者说我们陪伴他就疗愈成功了，他要给自己敞开这个门啊，这个疗愈的机会是我们也需要提升我们的觉知和意识，去真正的领悟和合一的。所以我认为对方现在还有一些现实方面的功课和问题没有解决。我认为这个人他有点自卑，他认为自己好像不足以去接近你，足以去真正的走向你和匹配你。但是他对于你的爱，如果你去问他的灵魂，我认为是真实的。有些朋友会说，这样让我很急啊，真实的爱为什么不能表达？真实的爱为什么不能行动？你们两个人 Six of Cups 有非常美好的回忆，他甚至把你当成了他人生伴侣啊，或者说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知己、良师益友，或者说你们之间有非常重要的回忆，所以我认为他好像不敢僭越，不敢逾越一些什么。那我们第一组朋友，我也感受到你们很优秀，有可能你当下站在这个位置是对方不能企及的，或者说你们在不一样的领域里边，这个维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认为以他当下这个思考能力，他会觉得我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才能走过去，我不知道好吗？ I don't know。 所以这是我看到他的一个信息。看到第一组的朋友啊，你们之间其实这边是 Ten of Wands， 有一些现实压力，但是我看到缘分会把你们重新带到一起，好吗？现实压力我看到对方是很累的，而且他好像在赶一些什么行程啊，他在去积攒一些什么样的财富啊，他在做一些什么挑战，但总是好像因为一些压力和一些有可能是个人能力的不足啊，他太累了或三分钟热情了，有的时候他达不成他想要的状态。我认为这个人他会回归，如果一些朋友断联了或断联很多年了，你们会再联络上的，缘分会把你们带到一起啊，但是我认为应该不会很快。一些朋友可能看一下在年尾的时候，就是未来的8到9个月之间，也有一些朋友看一下1年之后吧，好吗？这是一个 cycle， 但是看到命运之轮和吊人牌的逆位，你们之间的这个问题，你们之间的这个情感还没有完全的切断啊，没有崩坏。但我觉得取而代之的其实是你们之间变成了一种精神之恋，然后你们如果走到一起的话，有可能在熟龄成熟的时候，愿意建立一个家园，会稳稳的走到一起。如果不是的话，我认为你们没有能力和能量再去虐恋了，这个感情不能沉浸在虐恋的范围。我爱你而拒绝你，我们之间因为什么事情在拉扯，我们因为误会，我们因为想要气彼此啊，让对方嫉妒，去搞一些什么样的动作之类的，不需要。你们之间的感情需要被太阳照耀，需要疗愈，需要稳定，需要安全感，甚至需要哲学和灵性上的省思。所以我认为在灵性上啊，宇宙给予这段关系很强烈的机会，而且你们之间就是因为这个强烈的机会才能够达到这个女祭司的状态，彼此真正的理解，甚至你们是对方彼此心灵真正的支柱和依靠。甚至有的朋友，你们最后会不会有一个圆满的 happy ending？ 我认为出现金币皇后的话，大约有一半的朋友啊，我认为不能说是6、7成，应该是一半的朋友来到这一组，我认为你们是有机会的。但是重新给予彼此一个机会，重新试一试，我认为你们两个人需要在当下重新铸造一定的勇气，给彼此一个时间和空间去进行这个问题的整理和梳理啊。有少数朋友，这个人他很像你的正缘，有可能他上一世就是你的正缘了。总之，如果你们还在青春的时期，你们当下还是有很大的机会走向彼此的话，我认为他在他思考好了之后，他会选择你。但是我认为这个行动是有点缓慢的，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未来这个阶段。不过我们第一组朋友并不需要原地等待哦，女祭司的正位代表了你们需要在内在去提升自我，或者说你们在内在可以去做一个灵魂的旅程，你们可以做一个回归的旅程，去真正的 grounding 在这个3维世界，做自己喜爱的事情，把自己创造成为一个自己喜爱的状态，你是值得的。而且这个春季我看到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多多少少会在过去的这个阻碍和就是严冬啊严寒的那种情感好像被冻结那个状态里边找到希望，所以我认为你们最近会打开自己，有可能会交友，会做一些新的事情，宇宙会支持你们所有的决定，所有的改变，因为这都会是你通向灵魂有可能是回家，有可能是2个人合一，有可能是2个灵魂相互共处，重新融合的一条道路。第一组朋友的这个关系比较像是 soul mate 穿越时空的这个灵魂伴侣的关系啊。
我们抽个字卡吧，好吧。今天如果我们做情感主题，我们把它做的比较透彻一点，看对方想说什么啊，也传递一些大家想要得知的信息。I want to be there for you。啊，我想在那等你啊，我想等你，在你需要的时候，我想在的，好吗？好，这个人还是想要接近你和给予你一些什么的，他想陪伴你的。We have been together for lifetimes。有没有啊？我们累生累世的都有过啊，在一起的经验。好，我们在过去是在一起过，你就是那个我认出来了啊，你就是我的那个青梅竹马啊，灵魂伴侣啊。我们曾经有过非常好的约定，我们曾经有过非常美好的回忆等等啊。第3章 I don't feel ready for you yet。 I don't feel ready for you yet。 我还没有准备好，我认为他没有准备好。不是说他不爱你，这个爱我认为准备好了，能量好像不够，还没有到达那个他可以去爆发和稳定的状态。但我看到这个人一旦准备好，他想要拥有的是稳定的感情和稳定的归属啊。对，因此我们看到 belonging 归属，你们有可能最后可以是彼此的归属哦。如果第一副牌的朋友你愿意的话，好吗？ OK， I want to show you I care。 我想要告诉你我是在乎的，好吗？我们再抽2张啊。我想要等待你，我想要就是说陪伴你，我想要告诉你我是在乎的。他有多么的口是心非啊，所以他有的时候的行为是很木讷的，或者说是他心中所期望相反的一个状态，有的时候会让我们第一组牌的朋友很无语，或者说确实我们会有点疑惑，他爱不爱我，他爱不爱我。第一组牌朋友他爱你啊，这是永远的答案。Don't pressure me， 别给我压力，好吗？别给我压力，求求了，这种感觉啊。然后我们看最后一张一起飞出来的 Do you love me the way I love you? Do you love me the way I love you? 你会像我爱你一样爱我吗？他对你的爱是柏拉图的第一副牌的朋友，他对你的爱是柏拉图，他对你的爱是隐忍胆小的，然后是就是也是亲人勿近的，哪怕你是他的亲人勿近，因为他没有准备好。我认为他有点像是一只受惊的猫咪啊，当下还在躲到他的脚脚里边啊，没有办法扑向我们或跟我们一个拥抱啊，给我们一个拥抱。因为我觉得他其实是蛮怕生的，或者说他要一个过程，他有可能要有非常强烈的那种内在的自信和底气啊。就这个牌里边所感受到，对方的海底轮、脐轮和太阳轮是有点破损的，尤其在脐轮这个部分。如果对方神圣阳性能量的话呢，就是他在童年的时期就无法 grounding 或者融入这个家庭，有可能原生家庭带给他一定的压力和伤害。那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不需要成为什么灵药啊、解药啊、解语花，你就做你自己就可以了。如果对方是神圣阴性能量的话，我看到对方他的个人成长一定是有一个非常叛逆的阶段的。但不管什么样的性别，其实我们来3维事业这种体验是就化为这个像我们在借假修真嘛，所以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什么样的性别，我们在经历什么，真实的东西永远都是在女祭司牌当中我们可以去获取的真知、真爱啊，对于这个宇宙真的理解。所以呢，我们看一下最后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我们有2张卡牌。好，我们首先第一张看到的是有没有啊？我们看到的这个 Power Woman 啊，或者说 Divine Feminine， 我们看到是 Kestando Jigo。好，决断和实行。所以第一组的朋友啊，这边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金币王后，成为你的金币王后。然后我们这组牌里边总是有这种望向一边啊，我们看向一边。所以第一组朋友，你有你生命当中想要去追求的东西，你可以去决断，也可以去行动，好吗？然后我看到其实你们在生命当中非常容易成为，不管是对于对方还是对周围的人有影响力的人，你们有领导能力，你们有你们的可以去展现的部分。而且我看到相反，有可能我们第一组朋友，你的海底轮、脐轮和太阳轮是正在放光，正在广顶和稳定的。而且我觉得第一组朋友你们是天生就有这个慧根啊，你们有可能是少年就已经熟成了。所以说宝剑一代表了你从小知道自己要什么。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有可能读书啊，你们有可能从小这个能力内在的这个独立能量都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当下你可以去决断你想要与不要，你想要做什么，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发光，好吗？一些朋友如果你愿意断舍离的话，大胆断舍离没有关系啊，是你的不会走掉，
好，第二张我们看到是这个 maturity， 我们刚刚把这个金币往后回归原位。那我们这个牌因为是一样的信息啊，我们又一起来阅读一下。maturity 23号是成熟和成功。我们看到在成熟的时候呢，我们和指导灵之间的连接会变得更加的强悍。那指导灵有可能会传递更多的信息，陪伴我们去学习，陪伴我们去记录这个人生。我们在感情上也好，还是我们个人的成就上，都会有更深一层的体验和体悟。所以我认为第一组的朋友，你们起码在个人的事业和成长上会走向一种成熟，你们会拥有自己爱的，你们会做自己爱的事情。第一组朋友，你背后有非常爱你的指导灵，应该是祖先啊，在你的身后，所以你们在很多事情里边都是非常的吉祥和容易趋吉避凶的。指导灵会帮助你去化解一些成长过程当中的难题，好吗？也有些朋友，指导灵是爱你的，比如说过去的祖父啊、祖母啊等等啊，是跟你有非常美好的童年连结的人，再者就这个感情里边我也看到啊，一方成熟之后，对另一方会快速的去找到自己的方向。所以我们第一组牌朋友并不是你要逼自己成熟，好吗？你用你需要的方式爱自己，有可能你也需要用他需要的方式爱他。那我看到当下爱他就是给他点空间，然后让他呢在心里边拥有这个机会的同时，也去有这个机会成长自我和找寻自我。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这个关系可以成就你。我认为你可以用不管是自己喜爱的方式还是对方喜爱的方式去爱，你的方式是正确的，你是安全的，并且宇宙也正在支持我们第一组牌的朋友去寻找到你灵魂上永远的依属和归属感，也包含了这个会在你的灵魂上啊，在精神的成长上，然后在我们个人的疗愈上，包含了我们的亲密感情上，都会有比较好的发展和结果。所以第一组朋友在结果上，你们的情感是温馨和温暖的。好，你们可以为自己去找到你们想要的这片天空和领域，你们会拥有想要的生活。好，这个时候爱与不爱都非常的自由，我认为你们会选择爱，选择去爱这个地球和爱我这个宇宙，爱你们的生命，因为你们在无条件的被爱着，被启迪着。祝福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在这段感情也好，还是说感情当中啊，收获到他给予我们的这个养分啊，在有一点挫折或有一点疑惑的同时，也收到灵魂给予我们肯定的信息。祝福大家开心、平安和幸福。我们今天所有卡牌看到这里，感恩跟大家建议的共同学习和连接，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二副组牌，一颗粉色水晶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情感时钟，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过去、现在、未来的情感剧本和灵性思考是什么。那今天我们通过卡牌连接的主题呢是一个情感主题，大家可以想着我们心目当中正在连接的对象，也可以直接看一下在第二组当中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剧本，希望可以帮助到第二副组牌的朋友连接到大家需要的讯息以及疗愈和能量。好，那对于我们的一颗粉色爱心水晶，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神谕卡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我们看到是34号Jazz， 哇，好美哦。好，我们看到花的天使花的精灵和公主正沐浴在阳光底下，然后周身散发出美丽的光晕和色彩，好惊艳了大地和所有人。那这张卡牌给我们的讯息呢是 The Divine OK，The Divine Femininity， 好吗？好，神圣的女性能量，神圣的阴性能量，好，大地的仙子，大地之母的能量，好美好。我们这个卡牌当中也可以看到美丽的彩虹一般的光晕在我们这个女主角或者说我们这个公主的左右。如果来到第二个牌的朋友是神圣阴性能量，是女孩子的话，无疑你的存在惊艳了她。那首先呢，有可能在你出场的时候，或者说你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候，或者说你们曾经在某一个场合，那对方呢曾经对你非常的一见倾心，印象深刻乃至有一点这个神魂颠倒的感觉。Jazz， 我认为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之间的这个相遇的剧本，首先是要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的。那这个环境呢，不管是转角还是街口，还是说我们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遇见对方，还是说我们会感受到有特定的一个氛围，比如这是你们的第一次约会 OK， 这是你们的第一次见面，这是你们在某一个场合当中的四目相对等等
你的笑容，你的某一个神态，深深的惊艳和打动了他，让他呢在时光的所有的这个有可能是空隙有可能是这个边界当中，永远都记得你这样的一个身影和你这样的一个光环能量。那其实美丽它是一种光环我们所说的这个气质也好还是说我们在外形上，在整个人的气场上看到的状态也罢，其实都是这个人的光晕和光环的体现。所以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身上有一团非常美丽的光环，守护光环让你们仿佛拥有一个聚焦的柔和的滤镜。OK， 特别是在你心目当中所想对象和你心爱之人，你周边爱着你的人，肯定你的人的眼中 OK， 你就是这一座维纳斯女神那我感受到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在对方的心目当中呢，始终留有一个你非常高光和非常特别的印象。有可能这件衣服，或者说这个场合、这个背景和那天你的头发、你的眼神等等，都是让他记忆犹新的。这个是他爱上你的一个重要的瞬间，打动他的一个重要的瞬间。那如果来到我们第二组的是神圣阳性能量，是男孩子的话，那我认为呢，在对方的能量场作用底下你多少会感受到和这个人的连接是非同寻常的，他和你的身上有着非常容易去对接到的神圣的光环和神圣的连接管道。那我认为呢，第二组当中当然也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神圣阴性能量嘛，那不乏有些朋友你们是 Twin Flame， 或者说你们是 Soul Mate， 会走到对方的世界里边。但我看到这个连接其实是带动我们去看到生活当中的美好，看到生命当中我们值得去记忆，值得去接近，值得去体验的非常重要的一些瞬间。好，如果刚刚遇见这个人的朋友，对方对你是属于一见惊艳的好，这个钟情的元素，比如说一见钟情的元素是有，但是我看到这个更多是一种惊艳。有可能你身上的光色、光环和整个的能量是他闻所未闻和见所未见的，所以也因此为对方留下了极其深刻和美好的印象。好，我们把这本这个剧本呢翻到最前方，我看到你们之间的这个连接和互动呢，会因为彼此身上的美丽的光环而展开。然后我觉得你们是彼此确定的喜欢的类型，或者说你是对方的菜，对方是你的菜。那也有一些第二副组牌的朋友你们有可能是公众人物你们有可能经常展现自己，所以在对方的眼中，他始终会记得你最美好的样子并且非常的推崇，在心里边有可能你是他的女神或是男神之类的。好，那在这张牌当中呢，还看到一个能量第二牌的朋友，你们的背后有祖先指导灵和天使的保护，尤其是关于爱和喜悦的天使，或是金星的守护神。所以对方看到你，有可能看到了这个三维星球非常美丽的生命生命下去的希望或者说是爱下去的希望，或者说是拥有爱，值得爱与被爱的希望。所以我认为对方呢，有可能视你为珍宝，或者他在你的身上看到了非常美好的品质和特殊的部分。那我认为第二个牌的朋友不必太过惊慌，我认为对方对于你在其他方面这个可以说是意图和渴望也是有的这个其他方面包含了比如说现实条件的，然后包含了亲密关系的，包含了性的接触之类的。但是我看到你在对方心中的形象其实是超乎他对于这些三维类型的这个欲望的追求超乎了这些，因为你的存在会让他看到不一样的可能性，或者是不一样的内在的驱动力，有可能也会让他找到divine， 我们说神圣或者说高我跟爱的连接。在他的高我的视角底下，他需要和寻找的是什么样的一份爱好，第二排的朋友，你们身上有一些特殊的配饰是闪光的，有可能是你们的护身符，有可能是你们喜欢的就是项链手链等等也是一样带着光，会给对方留下印象。好，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剧本我们先抽3颗牌。好，过去，现在我们把这个牌放在这边应该是一张节制牌对吗？我们最后再一起来看一下OK， 未来我们也看到了好，那我们首先揭晓一下这个卡牌在告诉我们什么过去 Five of Pentacles，
这张卡牌的这个金币5号的中间是一朵樱花，恰逢我们当下在一个樱花季。好，那我们第2副组牌的朋友啊，首先在过去的一个阶段，两个人有可能有一些误会，或者说你们所在的这个社会环境的背景，包含了你们之间的这个，比如说身份背景啊，你们之间有可能有一些年龄差距啊，有可能你们之间就是不在同样的一个团体，甚至你们之间有一点小小敌对。这个敌对是比如说家庭啊，或者说公司的组织啊，或者说你们有可能正好在一些有竞争的，然后相互要去驳斥，相互要去通过自身的努力啊，迎接和阻挡一些困难，这样的一个环境。有少数朋友你们有可能是工作合作关系，是竞争关系。那金币5号其实代表了现实阻碍。那我看到画面当中两个人啊，在这个樱花季节或在美丽的应该绽放的时节可以相遇。那有可能在这个命运的背后，任何重要的礼物背后都有它的需要的价钱需要的价格，标好的价格。所以我们第2副牌的朋友其实会觉得跟对方之间这种接近和接触是有一些难度的。也有少数朋友你曾经拒绝过他，或者说你们两个人在刚相见的时候会有一些误会和抵触。那我们看到这个牌当中是有一个人伸出手来要跟另外一个人，有可能是进行一个打招呼，有可能是进行一种沟通，但是另外一个人脸上的表情有一点这个抵触啊，有点这个厌烦等等。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在两个人相遇的时候啊，外界的能量是不足的。比如说我们那时候没心情恋爱，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心情去解决跟对方的问题，或对方有一些言行是让我们产生了一些误会、怨怼和不满意的。那我们在这2张牌当中都看到了花朵，所以呢，第2副牌的朋友，其实在你们的连结和关系里边是有情感这个因素，也是有相互喜欢的因素产生的。不过也是因为我们看到现实条件是外界有灰蒙蒙的雾霭有没有啊？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障碍啊，我们可以看到周围这个aura 光环等等都是有一点破损的，甚至是污浊的。所以 Five of Pentacles 也代表有可能当下两个人或那个时候的两个人因为金钱 OK， 因为工作，然后因为一些人际关系，或者说个人的内在的成长方面的问题，成功方面的问题，有价值观念上的不符合，所以你们有可能会有一种错过，或者说有一种不协调无法发展的状况，或者说是一方单恋另外一方啊，然后有人在追你们之类的啊，或者说你们有可能在那个时候是有对对方有点喜欢，但同时跟他在完全不一样的人生状态和阶段，你们不想要去接近对方，或者说接近这个感情。好，我们看一下中间的这套牌啊，现在 Temperance 正位，一些过往的问题正面临着疗愈啊。我们看到节制牌的正位其实也代表了问题要慢慢来，你对于一个人的理解有可能随着时间要慢慢的深化，有可能一些问题的解决是在某一个档口，某一个这件事情或这个要素会突然发觉啊，或者说突然发芽、突然发育和被发现的时候，那我们这个节制牌也代表了天使正在支持你们的感情，支持你们去相互了解、互相去感知或者连接一下。而这种连接里边其实带有的是深刻的疗愈以及自我疗愈。那我认为有一些朋友跟对方有可能过去有一些误解，或者说甚至是金钱啊、物质上面的一些障碍，或两个人之间有可能会有一些债务的问题啊，外在不和谐的因素啊，一些纠纷等等。那天使当下正在帮助我们进行一个时间段当中的疗愈。那节制牌其实代表了要慢慢来，要有耐性，特别有一些事情会在对的时间去生成和坐落成。所以第2排的朋友看到很多问题将在当下这个阶段被解决，有可能是被化解，有可能你们之间的一些误解和一些真正的难题和困难会被慢慢的移除。有少数朋友你们之间有可能也有这种距离感，或者说三维世界你们没有办法住在一个城市，没有办法经常看到对方，你们有可能会觉得跟对方互相喜欢，但是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那天使在告诉我们的是，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值得拥有爱。首先在拥有这个爱之前，你们需要首先疗愈和接纳自己。我看到你们有非常美好的天赋、天然的美和内在能量，但有可能也有你们内心深处的某一个部分的内在小孩是没有被疗愈的，没有被愈合的。所以有可能你们在感情当中是比如说跟一个人走近了一步，我们会产生一定的嫌隙，会产生一定的抗拒感，但是如果跟这个人保持距离的话，我们也会产生过度的
焦虑、压力，甚至自我否定，所以这个距离感是要慢慢拉近的。我认为第2排的朋友，你们的爱情需要细水长流一些，而不是非常激情、非常火热的这个突如其来的，像是大火燎原一样擦出某一种火花。因为你们的内在其实对于感情的接纳程度，或者说评判指数都是非常高的。我认为第2排的朋友，你们的缘分或者正缘在被天使和宇宙保护，所以注定会在对的时间你们遇见某一个对的人。但是当下呢，跟我们这一个情感对象他的恋爱剧本有可能某一个时间点是有点停滞和卡住的。我们看到节制牌这个问题可以慢慢解消，但是速度是不快的。还有就是有可能一些问题是需要用时间、用环境，或者说用很多外在客观的条件和因素来造化。所以我认为当下这个阶段是我们去疗愈和重新认识自己以及认识对方的阶段，有一些误会会被化解。如果一些朋友当下在一个分手断联或许久不联络的阶段，以及你们之间有一些两个人没有讲清楚的事情，天使在帮助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主动的震动喉轮跟对方多说什么。相反，有可能我们只是把这件事情交给天使，交给宇宙，也交给内在的我们，去真正的理解宇宙正在用什么样的方式帮助我们，而我们呢，内在是完全值得被爱，完全值得保护或者说完全值得被理解和被支持的。那我们这边有一个姿势可以被关注起来就是我们的这一位女神和天使，好，她的一只手臂呢正挽在腰间或挡在腰间所以我们第2排的朋友有可能有一些脐轮和太阳轮的阻塞。这个跟你们的内在小孩以及原生家庭连在一起。我看到你们在保护自己，极力的保护自己，哪怕你们会展现和就是说示现出一些松弛感，或者说一些疗愈的美，然后你们有可能天然的会有这样的能量，但其实真正的你们是一棵含羞草。如果走近了你们去接近和触碰你们的话，你们有可能会因为某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把对方弹开，或者说缩起来。当然我们第2副组牌的朋友，你们也拥有属于你们就对等的这个亲密关系，但往往在亲密关系当中呢，你们的内在其实会有一个自我保护的机制，让你和对方在某一些事件上出现一些现实观念上的不符合，甚至也会有一些天然的距离感。我们这边呢，通过自我疗愈来慢慢的拉近这个关系。第2排的朋友，你们在爱当中是完整的，而且你们有非常完整的一个美的滤镜然后这个是360度没有死角的，因此宇宙呢也会通过这样的方式将疗愈的光放到你的世界当中。我觉得第2组的朋友，你们这种气质就是生人勿近或者说内在有一点易碎感，然后你们也有一种让人我见犹怜的，甚至是自然而然的去释放某一种疗愈的气息和能量，疗愈自我，疗愈自然，有可能也在疗愈周围的人，所以你们是让周围的人不自觉想要接近的人。当我看到第2副组牌的朋友在这个恋爱剧本当中，你们非常的需要将这件事情 surrender 交给宇宙的同时，也懂得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体谅、关爱和接纳自我。好，是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看一下未来我们刚刚其实已经看到了正面飞出来的 A Magician in Reverse 魔术师的逆位。首先呢，你们之间的关系在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剧本当中会有一些出人意料的部分，特别是在未来，有可能出乎意料的这个人突然就回来了，有可能出乎意料的这个人会跟我们断联。也有一些朋友魔术师的逆位其实代表了我们在思维上，我们在语言上有的时候是卡住的，不是特别的清楚，甚至会做错决断。那单的这一颗牌能够感受到在未来，有可能一些朋友你和对方呢还是会保持一种静默无言的状态。有少数朋友会说我不想再断联，有可能我想和对方解决清楚问题，恰恰是这个问题我感觉到核心问题比较难以解决。因为每当我们第2组的朋友希望和对方去敞开喉轮沟通一下的时候，对方仿佛是不在线的，对方仿佛是一个登出状态，就是 log out， 就是他不在这个游戏里边他不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关卡和场景当中。那也有一些朋友看到魔术师的逆位是两个人之间，你有可能还是因为某一种误会和阻碍没有办法吐露心声，所以这张牌出现的时候是我们的剧本在未来有可能会有一些让我们需要去更多的等待，或者说更多的动用我们聪明才华的事件，或者说那样的一个时候。我们去 clarify 一下这个信息是什么。
但是第二组的朋友啊，我看到魔术师的逆位其实也代表了一种意外的惊喜。那我们看到这张牌的明晰牌啊，我们去补充了一张，我们看到是 Six of Wands， 也代表了你内心当中的想法会成功。OK， 有可能意外的对方会突然的理解你，突然的支持你和尊重你。有可能意外的啊，在这个感情当中，我们进入了一个冬眠期，我们进入了一个等待，我们曾经去疗愈过自己，我们曾经去退出来一步看待这个问题，但结果上来讲呢，我们第二副牌的朋友在感情的后期，你有可能会接到一些惊喜，有可能对方会很快的一日千里的成功和成长，并且呢走向你的世界。那我认为这个感情也非常容易成就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让你成为更加有光环、有影响力，以及就是有掌握命运的能力、有影响周围人能力的这样的明星式的人物。所以这个感情剧本的后面啊，有可能他突然就变成了一个大女主大男主的这样的一个逆袭剧。那在感情里边呢，我认为第二副牌的朋友顺其自然就好了。如果他在这个关系里边是为了成就我们，为了去push我们走向觉醒为了去给予我们这样的一些提点和天使的疗愈的话，它的存在一定是极其必要，以及是注定的，或它给我们这个影响力一定是超乎寻常的。那我看到这个影响力起码是正面的。还有一些朋友会问，那跟他能不能在一起我们去 clarify 一下我们这个主牌是什么。我们来抽一下我们这个情感剧本当中重要的细节方面的部分是什么。宝剑8号、金币6号、隐士牌都是逆位的。我们看到有国王牌的逆位，看一下。好 ，Two of Wands 权杖2号的逆位。我们再抽一下看到逆位大家不要担心。好 ，Two of Pentacles 金币2号的正位，看一下Tower 塔牌。很多第二牌的朋友，你们是这个 Twin Flame 它是你的双生火焰The Sun and Six of Wands， 又是一张权杖6号，有没有这两张权杖6号画风还蛮像的好，我们把卡牌整理一下，我们再抽一张牌，看一下这个信息是什么。好，这个情感剧本 Seven of Pentacles， 我们再 clarify 一下，金币7号告诉我们什么？好，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我们的卡牌蛮多的隐隐约约看到一张圣杯国王牌，但是我们再重新抽取一下，看一下什么样的卡牌会飞出来。Ace of Cups， 好OK， 好，跌宕起伏的剧情我认为第二牌的朋友，你们在爱情当中一定是有一点不容易的，或者说你们尝到了爱情当中的辛酸苦辣。也有一些朋友就是会说，我一直是单身为什么我要尝到这么多辛酸苦辣一定要是这样的吗？不能王子和公主或者王子公主能够幸福的走到一起吗？对方的出现是对于我们第二副牌的朋友深刻的一种灵性觉醒的，有可能是课题，有可能是考验。我认为你们两个人是阴阳平衡的一对组合，但是只有这个阴阳相撞才能够真正的将我们撞出这个三维的矩阵，能够让这个矩阵碎裂掉之后，我们真正的在落地的时候找到我们自己，理解到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和空间里边。我们不能只在我们的象牙塔，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就所谓的金字塔当中封闭我们的一生，对吧？所以其实我看到这个人的出现呢，是反向的让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进行一种真正的自我了解，对于这个世界的了解以及觉察和觉知。我看到当你们遇见的时候，有可能你们都处在一个在三维世界当中跃跃欲试，希望去取得成就，并且工作然后生活非常努力的一个阶段。那也有一些朋友呢，在对方出现的时候，你曾经呢也是拥有比如说某一个固定的伴侣或者对方是一样，他曾经在某一个责任当中，他曾经在某一种工作氛围当中，他曾经在他的原生家庭当中要负担非常非常的多。我看到其实你们一开始都用这种三维的方式在接近对方，直到你们会发现这都不是我想要的，原来人或者说原来灵魂可以用更加真实的方式去连接。所以我认为在你们关系的中期，包含了就是当下这个阶段，有更多朋友你们曾经努力过，投入过，也曾经因为对方的出现两个人经验过，但是当你们投入这个剧情的时候，会发现对方并非我所想，我也并非对方所想，因为你们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去
剥离到原来三维世界这个外壳，或者说渐渐的去换掉你们的礼服，会以一个非常生活化的，然后非常本真的姿态来面对对方。我看到你们容易去触碰到对方内心当中的伤痛或者阴影层面的东西，这个不是阴暗，我认为这个其实是非常待疗愈和需要去关注到的，我们心灵深处的某一个伤疤，某一个小伤口，或者说某一个一直以来没有被我们发现的部分。好，当它出现的时候，我们这一点被发现了。所以一些朋友，其实你们有可能会因为对方给你的第一印象，对方在进入关系的时候，或者对方在进入你世界的那个刹那吧，一些朋友有可能没有交往啊，会存在着对于对方的某一种误解。其实这何尝不是你对自己的误解呢？我们第二副牌的朋友，其实你们的这种所谓的误解和对于彼此的某一种小小的不理解，或者说小小的这种滤镜，其实是你给自己制造的，或者说你一直希望自己在三维世界当中经营的。那我们第二副组来朋友真诚对待自己啊，是否你们愿意在关系当中过度的付出？原因在于你们希望成为一个被爱的人。是否你们在某一些关系或者说某一些连接当中，你们正在试图用压抑自己和掩藏自己心事的方式维持某一种和谐？有些朋友你们试图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从而可以取得对方的肯定，或者说取得某一种认同，这是你们内在小孩希望原生家庭或者说你们灵魂的父亲母亲应该给予你们的某一种认同和接纳。而我们会移情嘛，我们在不断长大的过程当中会转移这个需求，从孩童变成了对于伴侣的，对于另外一半，对于男朋友女朋友的需求，甚至在未来有可能也会转换成为对于合作伙伴呐，对于我们的后代呀，然后对于我们某一个事业的追求。其实这个追求永远都源自于你的内在。我看到这个能量发自于你的脐轮，你是谁，你要成为什么，你在做什么。我认为第二排的朋友，你们正在被宇宙疗愈，然后你们过去的一些雾霭、阴霾或者说伤痛正在被融化。所以当你和对方发展这个关系的时候，我看到更多的你们要关注到的是自己，因为对方就是你的镜像，对方是你的投影，对方任何的态度、任何的状态是你一部分自我的展现。所以我们看到国王牌的逆位啊，还有太阳牌的逆位，我认为这个关系里边啊，神圣阴性能量其实能量还是比较饱满的，拥有疗愈能力，有可能还有一部分可以去打开自我，可以去成就自我的这个空间啊，还有发展的这个潜力啊。但是能量其实已经很好了，但是神圣阳性能量有点失落 ，OK， 然后有一点昏沉，或者说在你们遇见那个阶段，对方的状态是不好的，他甚至会通过一些非常的方式去进行某一种利益上的拿捏啊，或者说这种利益上的自我满足，从而来成就自己内在这个国王牌。他的父亲没有给予他的这个有可能是认同，有可能他想要在三维世界展现的某一种认同，或他一直怯懦不敢去面对的自我觉知、自我察知等等。当这边出现权杖6号，我看到你们当中其实都有胜利者啊，都有成功者，不管是你还是对方，其实你们在三维世界是有成功的地方的，有可能事业上、学业上、个人的形象上，总之会有周围的人就投来这种艳羡呐、赞许啊，或者说希望成为你，就有一些朋友会是家人呐、或者周遭的小朋友啊，会被家长教育，你看某某某多么的优秀，你看这个姐姐或者说哥哥多么的优秀，你要跟他一样。所以我们第二副牌朋友其实生活在周围人的眼光和期待当中的，你们很难在亲密关系里边也摘下这一个胜利者的斗篷、胜利者的披风，或者是宴会礼服啊，真正的去做自己。而这个关系的后期和未来是趋向于一种真爱，你们可以放下对于过去一些事情或者说自我评价这个机制的纠结，你们不再愿意去用任何3D 的，比如说金钱上、物质上、名誉的、我的外表上的一些东西来装点自己，你们只愿意让自己去肯定和接受爱，而且这个时候真正的爱会产生。所以我看到这个人是帮你去首先找到自己，再者就是理解真爱以及接近真爱的对象。我看到这个剧本的后期呢，有可能还是一样啊，跟第一组有点相似的信息是此情可待，你们可以去等待一下。那特别一些朋友在这个马上就要到4月了，4月到7月之间嘛，这3个月你们在感情上，在个人的能量发展上，有可能在你们内在的这个进化力上都会有一层提升。我认为这个人始终是爱着你的，以及他会再次爱上你，无论多少次你们分别了，无论多少次你们产生误会了，推开对方了，或者说
由于现实原因和条件的不符，你们藏起来了，跟对方躲猫猫了。我看到在未来，你们还是会无条件的去爱以及爱上对方，或者说接纳对方的爱。所以我们第2排的朋友 Ace of Cups and Seven of Pentacles， 我认为对方有可能在取得一定的成就，然后取得一定的荣誉呀，或者说一定的成功之后呢，走到你的面前，他有可能会告白，他有可能会创造对的时机，他有可能会创造一些对的场景来跟你连接和联络。我看到如果对方当下在现实生活里边状态不好，比如他的工作呀、事业呀、金钱等等，让他没有办法有这种非常骄傲，或者说我们有很拿得出手的东西的话，他有可能会停留在原地。这个关系里边比较重要的是一种自我肯定、自尊，或者说过度的自我证明，有这样的一些信息。但源头是什么？还是一样啊，你和对方是一样，能不能在内在小孩这个部分就无条件的开始自我接纳？你们并不是因为自己是谁，有什么样的优点而被爱，你们的爱是没有条件的。起码在你们的感情当中是这样的啊，所以我觉得你们在抛开这些云雾，一点点的接近灵魂和爱的真相。我们看一下这个人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些信息 ，OK， 他会不会有一些行动呢？我们看到魔术师的正位啊，金币1号会啊 ，OK， 这个人会有行动，特别是在你已经有一点打算放弃啊，或者说已经不再在意啊，你们已经有可能move on走到人生的下一个节点啊，向前去走的时候。因为我看到第2副组牌的朋友，你们也是身兼重任的，你们也是在生命当中有野心，有需要突破的一些固定的使命和任务的，所以在这条路上，有可能第2排的朋友，你们已经向前走，甚至走得有点远了。我认为这个人他的注意力始终在你身边，哪怕他和你隔了10万8千里远，哪怕他有可能故意的躲开你、绕开你，让你觉得他好像是把自己已经藏起来了，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样的机会去互动了。又或者说第2个牌的朋友，你们觉得对方不再爱你了，也有少数朋友他是你的生活伴侣，但是你们现在其实有一些很固定的问题解决不了，不管是因为现实还是因为2个人的这种发展目标上的，或者说你们对于对方还是有一些占有欲啊、误解方面的问题，这个人的目光没有离开过你。我看到他始终有可能他躲在一个角落，有可能他在你看他的时候他扭过头去，但其实他的目光呢在你的身上。原因在于什么？我觉得他认为自己没有准备好，他认为自己在某一个阶段，无论在心情上，在自我的觉知觉察上，还是在一些事情的理解上吧，比如他有些小心眼呐，他有一些过不去之类的。OK， 那时间点在什么样的时候啊？一些朋友在未来3个月，也有些朋友是在未来的6个月到年尾的时候，这个人会出现在你不再期望，在你有可能差点忘了，在你忙于自己的生活，在你有可能不再放注意力在情感上的时候，这个人会突然的出现也会惊吓，或者说有点惊到我们第2副牌的朋友啊。那大家呢可以为这件事情做出一个有可能是决定，也有可能是准备，心理上的准备等等啊。那我认为这个人其实也有一些朋友，我看到如果是断联的话这组断联其实蛮多的，或者说卡住，对方在等你的消息，对方会觉得你好像正在move on的过程当中，你好像已经有了你生命当中更高级的追求，这个追求好像跟他无关。所以我认为他能够做的首先是模仿吧，就是说他要让自己跟你一样，去看起来努力，看起来热血，看起来奋斗。有可能你是他们正在去企及的某一个高度，有可能你当下的一些发展让他们在侧面或在周围看到。我看到第2排的朋友，你们有可能是还是一样有公众人物有些朋友你们在公司和事业里边正在去展示自己，正在越做越好，那对方呢正在加快脚步去跟随上你。而且我认为这个人的想法是他需要有一点什么，这个什么有可能是现实里面的成功，有可能是他认为能够让他光荣，能够让他有荣光，能够让他呈现给你成果的一个状态有可能他会因为这些现实当中的所得和成功以及一些小成就呢，可以重新拥有信心来接触我们第2副牌的朋友。也有一些人我看到你们有可能就是蛮久不联络了，然后对方和你有可能在不一样的城市、不一样的国家、不一样的领域，但我看到的还是这样的一个因素我们第2排的朋友，对方对待你的关注始终存在，他会把你当成自己的星星或者是月光，那对方会去试图引起你的关注，或者说模仿你的一些行为。如果幼稚一点的话呢，有可能对方也会主动做一些事情呢，来
有可能是惊扰到我们，有可能是来气一气我们呢，来引起我们的关注和嫉妒。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的行动其实是始终存在的，只是有可能达不到我们第二排的朋友的点上。那我们第二排的朋友啊，你和对方未来的发展 OK， 我认为在年尾的时候会尤其好一点。那这个人有可能也会有一些成熟，或者说个人心灵上的这种更大的变化，他有可能会以更加敞亮、更加明确、更加明媚的姿态回来找到你。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系里边现在还有一种缘分未尽的感觉啊，或者说你们的关系其实在一些因素和条件底下是容易卷土重来的。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爱情剧本啊。好，那我们也通过我们的这个字卡来看一下对方有什么话想说。感觉我们第二排的朋友，对方其实是有一些情话，有很多的温柔想说，但是他却因为自己的面子和自尊心呢，时常放下这些话语，转而选择沉默或者是对峙。我认为这个人他其实是有美好浪漫的语言，甚至他有可能有的时候会给你一种印象，就是蛮会说话，很聪明，反应很快，嘴应该很甜。不过我觉得其实这个是要看他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啊。有更多朋友我认为他其实会有一种创想力的表达，是在他的大脑这个语言的反射区域相对活跃，相对活泼，或者说相对被刺激的时候。当然也有的时候他的这个反射区是一片静止啊，是一个点点点的状态。我们看一下他到底想要说什么。这边飞出来2张字卡，哇，我们看到的首先第一张是 I dream about the future with you， 我在梦想着和你有一个未来啊。我们看到金币1号和魔术师，这个人是想跟你有一个未来的，或者说在过去，如果他是过去的人，他在那个当下是想跟你有一个未来的，甚至偶尔他会在梦境啊，他会在这个个人的幻想当中呢，加入和你的比如说举案齐眉啊，然后2个人共白头的某一种景象啊，因为你是他的这个绝对的理想型。第2张一起飞出来是 I want to grow old with you， 有没有啊？我想和你白头偕老，哎，我幻想和你有一个未来啊。我看一下 ，Oh my god， 这个牌飞出来，首先在我的手上飞出来是 I want you，OK， 我要你，我需要你啊。然后这边我们又飞出来一张。I know exactly what I was feeling。 我知道那个时候我的感觉是什么。我有可能在装傻，但是我的内心非常了解那个时候我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说，有可能我心动了，有可能我心颤了，有可能我心凉了啊。但是他对你是有感觉的，甚至他是觉知的，而不是傻傻的什么都不知道。我们看一下，又飞出来一张。他的牌还是蛮乱的啊，就当他想说话的时候，没有逻辑，没有顺序，我们的卡牌也是在乱飞。好，第5张啊 ，I love spending every moment with you。啊，我希望和你度过某一个瞬间。所以说，跟我们第2排的朋友在一起是绝对的浪漫，绝对的高光，而且是绝对他的渴望。他也知道自己呢，在那个时候是如何的心动，是如何的这个。在开头时候有这样的词吗？有点神魂颠倒的感觉啊。好，你震动到了他，你震惊他，好吗？我们再抽一张。It has always been you。 我的选择永远是你。如果你让我选择谁是我最爱的，永远是你。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张在说什么啊 ？We have been together for lifetimes。 这个第一组里边也有啊。我们在过去是曾经在一起过，我们在一起过很多事了。好，所以第2组的朋友，对方对你的渴望度是非常高的，然后对方我感觉到他其实有很多深情的话语，还是一样啊，爱你在心口难开，难以表达。也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他是装作傲娇的样子，其实呢，对于接近你这个事情，他是很审慎的，以及他有可能这个得失心啊，就对你的这个得失心还是比较重的。我看到这个人很喜欢黏着你，然后这个人希望跟你呢，再一次的一起走一次，比如走到老啊，或者说过完这个3维世界的时间。所以我认为他的心还是比较坦诚的，但为何他没有行动？我们在刚刚也进行了一些剖析啊，然后我们这个剧本呢，刚刚也进行了一个划分。那希望我们第2副组牌朋友能够，就是根据我们当下每个人不同的情况，链接一下对方的信息啊。最后看一下宇宙建议和指引是什么。好，我们的牌很美，有没有？第2组的朋友，好，
首先，你们的身后呢有一个美丽的粉红色的大天使在帮助你们打开爱的能量旅程和心轮。所以有没有我们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的 aura 光环是粉红色和金色的。天使在告诉我们Ulysses就是 forgiveness 就是原谅。我看到你们需要去释放和原谅掉过去的某一些坎坷的旅程，以及你的内在小孩比较悲伤失落的部分。因为我们在碰见这个原谅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原谅的人是自己并不是外在任何的人。OK， 在我们对镜我们的这个3维环境的时候，其实更多时候我们在周围人和任何的事情上看到的是我们自己。所以第2排的朋友，有什么样的事情让你难以释怀，包含了是对方身上的，我们选择无条件的去释放，无条件的去给予关照，给予接纳。这个时候，这个允许或者说接纳以及原谅的信息会真正的产生。天使在帮助我们去原谅，比如说原谅这个人，原谅他的言不由衷，原谅他给我们带来的委屈，原谅他给我们情感带来的挫折，因为你是无限值得的。那我们第2排的朋友身后有一双大天使的翅膀，所以你们在最近会看到一些光斑，有可能会看到一些羽毛。天使会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你，你是如此的值得被爱，以及有可能你正在去充实你的神圣阴性能量。不管是男生女生这个神圣阴性能量其实是我们内在的一种接受一种体察，然后一种无条件的爱，甚至是对于这个3维星球，对于高维宇宙的一种慈悲。这个神圣阴性能量也是我们灵魂的母亲，会用她的方式来拥抱我们，给予我们爱的能力和生命的活力那第2张呢，我们看到是35号，这边是34号，这边是35号OK， worthiness 好吗？值得的，你是值得的。我们在这个牌里边看到女神正在对着我们的湖水，看到自己美丽的倒影。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呢，首先是了解和就是感受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这个音容笑貌举止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里边看到的除了美以外，看到的是自我之爱和接纳。我看到在这个美丽和神圣的花园里面，我们第2副左牌朋友在播种非常美好的一片天地。然后你有可能在最近会变得更加的美丽，你的光环会变得更加动人，并且我们第2组朋友需要去做一些对镜的训练对着镜子说一下我爱你，对不起，谢谢你，请原谅我，我爱你，好吗？你是最美丽的，你是最值得被爱的，你是世界上我的宝贝，好吗？我们第2副组牌朋友经常去做一下感恩和这个值得的练习来充实我们的内在能量。那这个值得牌也代表了我们第2副组牌的朋友随着你能量的提高，你的这个对的人，或者说你的白马王子白雪公主即将接近你的世界。这是一个你正在积聚能量，重新去展开你的活力，展开你世界春天的时候。还有一些第2排的朋友你所获得的一切都是值得的，甚至你期许你要获得的事情都是值得的，所以你配得，或者说你完全可以拥有你想拥有的一切。35号出现的时候是一种自我的保护，自我的疼爱。那最近也有些朋友，你们可以去接近一下花朵、花卉以及大自然，会带给你们这种源源不断的疗愈。这是大地之母呢想给予我们第2组牌朋友非常美好的保护，非常美好的能量的给予和馈赠，也让我们第2排的朋友可以在这个春天呢重新去拥有非常强的一个能量场。那我觉得第2排的朋友，你们在最近会变得更加美丽，更加丰盛，你们有可能会拥有财运，或者说偏财运等等，这都是指导灵和天使带给我们的，好吗？所以不断的去丰盛我们的能量，进行这个感恩的，或者说是能量提升的值得的训练，好吗？你是值得一切的。那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在这一组当中呢，我们刚刚没有讲星座，对吗？我们看到这个土象星座摩羯、金牛、处女、射手座，我们看一下有什么样的一些星座我们把这个 tarot 看一下好，我感觉到这一副组牌的朋友OK， 总之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们仿佛遇见了人生就是有可能是接近真爱之前最大的一个课题。我不管带给你课题这个人是谁，我认为他是注定的。然后我们第2排的朋友呢，其实并不需要说我要不要放弃还是坚持，我要怎么样对待这个事情。我看到你们只要去充实你们能量就够了，爱着你的人和很多美好或者说 lucky 幸运的事物会接近你们的世界
在未来非常快的一个周期。祝福大家在这个春天拥有美好的能量。那祝福大家呢，可以在爱当中重新的接受和感受到你们自己内在的爱，源源不断的去获得宇宙送给我们的美好和幸福的经历和体验。祝福大家开心、平安和幸福。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好，选到我们的第3副组牌，一颗白色蛋白水晶石的朋友们啊，好，白色爱心，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情感时钟。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过去、现在、未来的情感剧本和灵性思考是什么。一样，我会通过神谕卡和塔罗牌帮助大家传递讯息，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3组的朋友们。好。对应一颗白色水晶石，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神谕卡，我们的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好，我们抽的卡牌是33号啊 ，Future Divination。好，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啊，预知未来，占卜未来，好吗 ？OK， 那我们今天在做的主题是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啊。那在这张卡牌当中，我们看到是什么？未来。好吗？33号是一个 master number 大师数字。那我们第3副组牌的朋友啊，你们的这个 aura 和你们头上的这个星辰啊，星星灯，很像是你们的灵感。我看到呢，第3组的朋友，你们的3眼轮和头顶轮是非常敞开的，而且你们对于周遭的这个灵性事物，或者说你们是非常高敏感体质的朋友，然后你们这个共感力和感知力是非常强大的。也有一些朋友，你们可以通过周边的一些 sign、一些信息啊、符号等等，进行对于未来的某一种预测、预知，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也有一些朋友，大家可能会比如说读牌啊，或者说用各种各样当下我们这个3维世界大家喜爱的这个占卜工具、方法等等进行一些对于未来的了解观测或者是观察。我们看到这张卡牌当中的讯息clarity and guidance。那我们第3副组牌的朋友你们不仅可以对于一些事物进行真正的理解、观测预知等等，你们也会去辨明这些事物，并且呢给予周遭的人一些建议、良善的指引甚至是疗愈那我看到第3副组牌朋友对，在对方的眼中你是这样的，有可能一些朋友会觉得，我没有特别的去在对方面前展示这一点，但是我看到其实你们本身的有可能是灵性的成长指数你们本身的这个律动，或者本身你们的振动频率就是比较高的，那对方有可能会在你的身上呢，同时也看到了某一种可预见的2个人的连结，或可预见的你们之间的剧本和剧情。还有比较有趣的讯息我们第3组朋友有可能在占卜这个人，对吗？所以这个人其实也是比较容易去占卜你的一些朋友会说那对方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或他根本就没有去跟我提过这个方面，有可能你就是他进入这个灵性，或者说去触动某一种我们说预测机制感应机制的大门，你有可能是他的这个按钮和开关。当你出现的时候，有可能对方对于这个世界的观感、感受以及理解的方式发生了变化。那灵性呢，其实是一扇窗，也是我们的另一双眼睛。有可能我们在另外的维度和结界界面等等，能够感受到在3维世界，我们用肉眼，我们用这个肉身，我们用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触不到的东西。因此我看到第3副牌的朋友，首先你们身上就会具有这样的有可能是灵性能量、灵能力还有一些朋友，我看到你们周遭有非常热爱你们，然后身体非常轻盈的守护灵。因为我们的主牌有可能也有这样的信息，有没有？我们这个有可能是湖泊的公主等等或者说仙子，好吗？然后正在我们沉睡的身世周边起舞。那我们看到什么样？同样是烟的能量有这样的烟的能量。所以呢，有可能在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地方，因为烟它本身也是可以说它的质量非常的轻并且它的这种产生以及在我们眼中的幻化非常的拿捏不到抓不到。就像我们经常会看到我们的线香等等OK， 烟用烟的方式正在告知着我们什么，或者说它有可能通过它的方式正在透析着周围的能量。好，那所以第3副组牌的朋友，综上所述，你在对方眼中是一个神秘的 OK， 神秘主义者 OK，或者说呢，对方有可能在跟你一起连接的时候，会感知到自己内在的这个灵性正在受到震动。你们有可能会给予对方一些建议和指引，并且呢，在情感的连接当中，
那对方有可能，或者说你有可能会预知到跟对方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有些朋友有可能之前还没有去连接过，或者说看过对方，那在今日的占卜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跟对方的过去、现在，以及我们在这张卡牌当中的未来。因为这张卡牌已经为我们画了重点，未来尤其重要。而且在今日的占卜当中呢，有可能 Starcy 也会帮大家去看一下，对于未来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和指引呢？很神奇的一张卡牌啊。那再者就是我看到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在各种渠道，包含了我们今日的大众占卜当中取得的一些讯息和一些灵感，非常的容易去传递给对方。不管是在5维度的界面啊，你的感知和对方的感知连在一起啊，或者是有可能你会对对方进行某一种言传身教啊，比如说聊一下呀，比如说给予对方一些灵感和提示。总之呢，这是非常有益于对方的在灵性和智慧这样的成长。而且我们这边看到一颗星星灯，这代表了第3副组牌的朋友，你在对方的眼中非常的聪明，可以说冰雪聪明啊，而且有一定的先见之明和先知能力。那我们这一位女神呢，她头上挂了一只可爱的小雏菊啊，那我们第3副组牌朋友啊，基本上是和平主义者，而且你们的 aura， 你们的光是偏白色的，你们的背后有大天使和非常类似于天使这个频率的指导灵，所以对方在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呢，感受到疗愈，感受到被环绕，也感受到了一种异次元啊，就更高次元自己在被疗愈和触碰这样的感受。并且呢，一些第3副组牌朋友跟对方是在梦境当中有连结的啊，甚至有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两个人彼此呢学会了跟对方在梦中连结、接触和托梦啊。我认为第3组朋友，如果最近你梦见了对方啊，对方在梦中遇见了你，好，这是并不奇怪的，因为你们周边的指导灵也在用这样的方式去帮助你们进行连结。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个能量是什么样的。我们通过3张卡牌来，首先分析一下，我们的卡牌都飞出来了。我们的过去，好，我们出现一张牌放在这里啊，现在 ，OK， 好，我们仪式感一下啊，把这个卡牌翻过来，先放在这里。也有些朋友时间的剧本是不一样的，你们有可能现在在这个过去状态，你们有可能当下在这个现在状态。也有一些朋友你们已经到达了未来式啊，我们可以或者未来时，好吗？那我们呢可以通过这个当下的，就是我们个人这个发展的能量来进行一下检测，好吗？时间线上的检测。好，未来出现了，好，补充大家一个讯息啊，我感知到第3副组牌的朋友啊，你们的双眼非常的澄澈和透明。好，当你看对方的时候，有可能有一种被洞穿灵魂的感觉，这种感觉呢也会让对方感受到你的高频率的能量以及智慧。那我们第3组朋友，你的微笑或者说你整个人的轮廓和气质啊，深深的印在对方的脑海。我感受到这个人他无数次的梦见过你，好吗？那我们第3组的朋友，你身上有一种光环和 aura， 这个 aura 会让对方感受到一种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神秘感和深刻的疗愈。好，你经常跟他讲的一些话，包含了这当中的吐字啊、语气啊，或当时的情景，会留在对方的有可能是脑海深处、心轮深处、阿卡西深处有这样的印象。大多数的朋友，我看到你们在前世是有交集的，好吗？补充信息给大家。那我们来揭晓一下我们的卡牌啊，过去、现在和未来，看一下我们的过去是怎样啊。The World 世界牌，我们首先来遮挡一下。好，世界牌。那我们第3副组牌的朋友啊，我们刚刚讲你和对方在前世是有连结和有感应的，所以对方呢对于你的不管是气质、谈吐，还是这个光环，还是形象啊，很熟悉。那世界牌其实它本身也代表了美女啊，或者说整个人的身材、形象、气质非常的得体，非常的吸引人注目。还有就是你有可能像是异世界另外一个世界来的，跟他有可能并不像是一个世界的人。那我们在这张世界牌当中看过去，我认为对方呢会感受到，首先是在你跟对方初见的时候，他会被你的能量深深的吸引和深深的着迷，但是这种吸引其实也来源于一种
惊讶、讶异啊，或者说对于新的世界、高频率的世界、其他维度的世界的一种好奇和窥探。世界牌出现其实也有一种重聚的感觉，因为我们世界本身是一个土元素的能量牌，因此我看到你们之间掺杂或者说有一些业力，或者说因果和因缘和合的原因。好，你们的相聚和相遇是不普通的，那有可能你的出现会突然的刺激到和影响到对方，让他想起了一些前世的什么。那我们第三副组牌朋友啊，你是一种独具一格的美啊，或者说如果你是神圣阳性能量男孩子的话，你有独具一格的气质和风雅。或一些朋友是风韵也可以啊，因为我们世界牌当中的这个女性角色是非常美丽，然后有一些沉睡，或者说有一些经验的元素的神啊。我们在世界牌当中呢，也会感受到固定星座的能量，狮子座、水瓶座，好，金牛座、天蝎座等等啊。好，这些元素其实也代表了，不管是在哪一个宗教，还是在哪一个维度当中，高维度跟神跟人不一样的维度啊，比如神的维度对于我们人的保护庇佑。所以我看到啊，第三组的朋友，你们首先呢周身是有强悍的指导灵在保护的。然后我们看到天使啊正在给女神进行一种标记，所以在这一组当中，对方会感受到你身上有特别的标记，有可能痣啊、胎记啊，或者说啊你们的一些比较特别的装饰等等，会引起对方的注意。好，那这张牌其实有一点神圣的感觉，所以你给对方的感觉不一定只是在外形上的情感和情欲上的触动，更多的是你给对方带来的是多维度的，或者说是多能量场的一种震撼，好吗？这是在过去啊，我看到是震撼、经验，或者说呢，一些朋友你们在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有可能指的是你们不一样的行业啊，你们不一样的家庭背景啊，你们有可能是在异国或异地的。有少数朋友啊，你们的出现好像是惊鸿一现啊，或者说惊鸿一瞥吧，我们不能说昙花一现，因为我看到第三组朋友，你和对方的缘分是比较绵长的，但是有点若隐若现的感觉，所以你们之间有可能想要相互接近，但是总是错过一些重要的时间。也有少数朋友有可能你们相见了，你们认识了，有这种情愫啊，可以去连接和缠绕的时候，往往有可能有一方呢，因为现实的条件搬家去异国换了工作，好吗？然后要走人生的下一关等等，所以我看到在对方的心目当中，对这个关系是有一定的展望，也有一定的遗憾的，但是好像又抵抗不过现实的一些阻碍。好，少数朋友你们隔山隔水啊，就是你们所居住的地方有这个水啊、山啊这种阻断。为什么有这样的能量呢？因为在古代，比如说我们的交通工具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这些阻断已经是非常强烈的硬性阻断了。而在现在这个我们是信息社会嘛，那这个世界有可能会让我们突破一些维度，或突破一些原有的在物理上的好障碍和屏障，可以进行在思维上、思想上更好的连通。好，这是过去啊，看一下现在。也有些朋友他是外国人，或者说他和你的这个文化背景是不一样的啊，成长环境是不一样的。好，现在 Six of Cups， 好，这个人在想你啊，不管当下处在什么样的关系，起码我们可以看到第三组牌的朋友，这个人在思念你，他在想你，他在用他的方式去回忆你们的过去，哪怕有一些朋友你们的所建立的这个连结，你们所建立这个回忆是有限的。圣杯6号的卡牌也代表了这个，也有一点这种青梅竹马呀、前世今生的意味，所以我认为这个人的记忆里边啊，他的信息库里保留了一部分过去的这个阿卡西记录或过去这个阿赖耶识给他的信息和信号，他有记忆起你，他有想起你，他觉得你似曾相识，并且在比如真正的进入现实生活的交流和交往当中，我们第三组牌的朋友其实非常容易的可以跟对方接近，两个人呢会非常信赖对方，然后你们也经常会产生一些轻松啊，然后让对方感觉到有趣、开心或者有童真意味的一些话题，这个氛围其实是相当的轻快且不世俗的。那我认为第三副牌的朋友本身你们的身上就没有这一种
可以说世俗气和很多的烟火气，你们是比较超凡啊、超尘脱俗的感觉。所以我看到你和对方的交流当中呢，对方也会卸下心防，愿意跟我们更接近一步。其实圣杯6号既代表了灵魂伴侣，也代表两小无猜，那也代表了情感的纯真，相互的给予啊。因为这边我们有在给予啊，给予鲜花，或者说我们在这边希望我们的新生儿啊、小 baby 啊看一下这个世界。因为有这种亲子之情，有这种兄弟啊、兄妹之情啊，姊妹之情啊，这个里边其实也有人和自然，或者人和自己回忆，人和自己童年深刻的连结。所以我认为第3副牌的朋友在当下这个阶段，对方他会时常的想到你，并且如果你们刚刚认识的话，对方非常想要亲近你，以及跟你去创造美好的回忆。他有可能想要送你一些礼物啊，比如说是鲜花呀、可爱的东西啊，会让两个人可以产生好奇，可以产生一些趣味性沟通的东西。我看到这个人比较喜欢递话题给你，看看你是什么样的态度，看看你有什么样的思考，因为他对于你不只是外形，对于你的大脑，对于你的想法也是非常的好奇、感兴趣以及喜爱的。而我看到其实在第3组里边，除了生理性的喜欢，他对于你也有一种智慧性的吸引。那我们第3副组牌朋友，其实恰好你们身上会有一种高智的感觉，高智的美啊，高智的帅气如果是男孩子的话，你们身上也有非常文质彬彬的，或者说你们会非常偏向于艺术家呀、创作者呀、感受派。所以我看到你和对方呢，很多时候是神交，就是在在你们这个我们的思想意识上啊，你们在进入对方的维度和结界，然后看到你们之间的这个羁绊是比较深的，而且现实不会给你们带来太多的障碍，往往现实的阻碍却让你们的关系更加深邃和深刻的，也会让你们的相思更多和更重一些啊。有些朋友看到你们是这个远远的相思，也有些朋友看到是对待这个感情含羞而不表态，所以一些朋友会觉得这个关系蛮暧昧的，我看不到对方对我有很多的喜欢等等。但是我觉得第3组的朋友，你们也能够感受到对方对你有特殊的情谊和特殊的情愫。好，这是你们两个人之间这个姻缘啊、缘分或者说业力界定的。好，我们看一下未来啊，第3组的这个未来。Eight of Cups 圣杯8号的逆位，好，逆位的圣杯8号其实就蛮好。相对于我们圣杯8号的正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物啊，好，他拥有很多圣杯，但是却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这一颗，于是呢，他打算游走或者说出走我们现在说暴走也罢去寻找自己心灵的追求。好，这个圣杯8号其实是一种孤独感和心灵的荒漠，或者说我们为了填满心灵的荒漠，我们去寻找更高级的智慧、更高阶的智慧，甚至是连接宇宙、连接某一种宗教等等啊。逆位的圣杯8号是走出这种荒蛮，走出这种绝境，走出内心的干涸。所以我看到其实在未来两个人之间有可能会放下过去的一些话在心里或者说爱你在心口难开的感觉，真正的开始慢慢的去浇灌你们的感情。我认为这个人如果在过去放弃过，在未来圣杯8号代表了你们都不会放弃，也不想放弃。那比较有趣的就是我们这一套牌有很多圣杯，我们的主牌也有水的元素尤其是我们这颗圣杯8号跟我们的主牌很相似，有没有？我们的主牌女主角在拿着一个应该是一只咖啡杯吧然后我们这边的圣杯8号是提着一把杯子，逆位的话是把这个杯子拿起来，重新的阅读它，感受它和连接它。那我认为第3组的朋友，你们会在未来你们会敞开喉咙跟对方沟通的。我看到是深谈。那还有就是这个人有可能会敞开他的心轮，敞开他的喉轮，也敞开他的上3轮喉轮、3眼轮还是头顶轮的，总之跟你们进行更多的交流。那圣杯的牌其实是属于一种细水长流，所以在未来呢，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会跟对方呢都摆脱掉一种孤独，比如说你是单身，对方也是单身，或两个人在情感里边都有一种想靠近又怕伤害的感觉，你们有可能在感情当中还保持着一些理智的距离等等。我看到你们距离会拉近，而且其实你们的存在会给彼此一种感觉是温馨的，甚至是一些归属感。那我认为呢，圣杯8号其实也代表了智慧的提升和个人情绪能量的进展，个人这个振动频率的提升所以在未来两个人的沟通质量，两个人在情感当中这个相处的质量，以及你们心灵上这种感受都会变得比以前更好。我认为这个感情有可能会叫醒你们两个人去共同的面对情感这个课题和话题，
也会一些朋友在这个感情当中，你们会找到什么样的爱是真爱？那真爱的前提是我们真正的接纳和爱自己啊，我们才能够在这个里边去寻找到真爱。这个真爱首先是对于爱情或对于人世温情是祛魅的啊，去掉魅影，去掉滤镜。所以我看到第3组的朋友，你们都会更真实的面对自己，理解到你们的内心追求的是什么。这个时候真爱会降临，真爱会接近啊。身为8号的逆位，如果对于未来来讲，我认为第3组朋友这个复合呀、复联啊，或者说进一步的沟通，心灵上沟通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也有些朋友啊，有可能你们的关系短期不会发展的特别的快，但其实呢，在你们的关系当中已经有了非常美好的深厚的链接的种子，所以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啊，这个时机成熟的时候，宇宙会让这个花好月圆呐，然后2个孤单的人聚在一起啊，变成真正的实相，真正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一套 tarot 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细节上的讯息啊？好 ，Page of Wands， Strength 力量牌 ，Ten of Swords， 好 ，The Hanged Man in Reverse， 吊人牌的逆位 ，Queen of Cups， 好，很美的一张卡牌啊，我们再继续看一下，什么样的讯息给到我们啊 ？Seven of Cups， 圣杯7号的逆位。好，我们继续洗牌，来看一下整体的讯息是什么。Emperor 国王牌，有力量牌和国王牌啊。这边圣杯10号，看一下。好 ，King of Swords， 我们再抽一张啊，能量差不多了。Eight of Wands， 哦，很好哎。好，第3组的朋友啊，这个感情我感觉到多少有一些曲折，然后我们看到2张10号牌，有可能会参与到一些分分合合，或者说有一种峰回路转的感觉啊。特别是有一些朋友对这个感情已经有一点失望、灰心，你们已经到了某一个临界点。少数朋友在这个关系当中曾经斩断，或者说被斩断过，你们有可能曾经断联过，曾经放弃过。我看到好像你们在这个放弃的阶段，反而更加理解了自己和证明了什么是真爱。这个关系里边其实是有一些救赎的元素的，这个救赎的元素啊，它很像是在宗教当中的某一种救赎，比如说我注定要来救你。那也有一些朋友啊，在这个关系里边也有一些在世俗当中去修炼你们的灵性，提高你们的感知力，还提高我们跟3维之间的这个共处能力啊，并且升维的一个意味。那我们的卡牌就很有趣啊，我们这边这个圣杯王后和我们的主牌有多么的相似啊，所以我们说圣杯王后是这一套牌当中的主牌也不为过啊。那这张牌其实是一种魂牵梦绕，它是一种救赎啊，我们的小美人鱼在救王子啊，那并且它是一种无条件的爱。然后我们看到这组牌里边，你们的爱情和你们之间的连接，其实也是受你们周围的指导灵以及天使的瞩目和帮助的。所以在对的时间，我看到呢，第3组的朋友还是一样啊。我们从这个后面的牌开始讲起，因为这边的信息是非常积极以及非常的惹眼的，好吗？这个爱情里边是有救赎。那我们来就是总结一下这个过去、现在和未来。我看到你们的关系在相遇的时候，有可能2个人都有一种无知无觉的感觉，甚至你们对于彼此的第一印象有可能没有那么好，或者说对于彼此的第一印象是带着某一种滤镜的，这2种可能性都有啊。比如对方对你带有一定的滤镜，你对于对方呢有可能会觉得这还是一个小孩呀，他有一些冒失，有一些莽撞，他有的价值观念有可能跟我们这个世俗和平日的，或者说你的价值观念并不符合。其实第3副牌的朋友，你很像是对方的指导灵之一，你的存在很像对方的指导灵。所以我看到在你们真正的走到一起的时候啊，不管是对于彼此也好，还是你对于对方也罢，都会有一种现实条件里边这种智慧的提升，向好的引导，或者说一些启示。所以我看到对方在遇见你时候变得更优秀了，他甚至在3维在3D 里边变得更加的
拥有野心，然后拥有一些积极性，拥有迫切的提升和成长的想法。那力量配国王其实是比较霸道的卡牌，我看到你们有可能在三维世界都是有野心，也是有这个胜利的欲望的，甚至有一些朋友呢在权力上，在个人的这个成就上是有欲望的。我认为你们两个人会声望彼此这种欲望，就是在一起了，你们都想成为更优秀的人，去证明给对方。尤其是这个卡牌当中的神圣阳性能量，就是男孩子或者说偏向男孩子的这一方，有可能也会被滋养的，或者说被推进的被推的更想要有自己的事业，让自己更加的优秀。我认为这个卡牌里边也代表了你们对彼此有非常强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从内在到外在，然后从这个精神上到身体上都有。那整个这个牌里边，我们走到了中段，看到2张10号牌，就是大好以及大坏。有些朋友呢是很好的稳定的修成正果了，然后你们甚至呢有了很可爱的小孩，很可爱的家园，这个是受到天使的指引和保护的，也代表了我们的这个过去所连接的这个业力我们每生每世所经历的东西不同，结果不同，所以有一部分的结果我们看到圣杯10号是花好月圆走到一起，也有一些朋友这个结果是我们需要面对内心深处最需要面对的课题。因为我们看这个宝剑10是课题嘛，我们这一个女神在读书读什么？学习课题嘛。然后这个宝剑是悬在镜子里边的，所以这个镜像或者跟对方的某一种分离某一种伤害等等，是让我们进行一种学习，在觉知自我。那我看到这个人他不是真正想伤害你，但是对方有可能在三维世界爆发出的某一种霸道，某一种占有欲，或者说某一种好胜欲会让我们第三副组牌的朋友有的时候觉得情感，或者说你们的对于这个感情，对于亲密关系的某一种期望有点被伤害到。但是我认为这个人始至终是不想伤害你的。那我们往未来去看未来的话，我们第三副组牌的朋友经过了漫长一段时间的自我觉知和觉察，有可能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断联了，或很长的一段时间你们在哪怕在一起，你们也在成长。那在未来这个阶段，我看到你们还有一个上升，甚至是高速上升的机会。我认为断联的朋友有可能很快就会复联，在什么时候？就在这个信息出现的当下，未来的3个月到5个月之间这半年之间，一些朋友很快会复联。那我也看到有可能这个关系当中的某一方非常期待对方的再次出现和拯救，因为你的离开有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段又让他陷入了一种黑暗决绝，然后有可能是判断的失败，信念的不足有可能会让对方有一种如履薄冰如坠冰窟的感觉。有些朋友会说，哇，他是活该，他是应该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看到对方在遇见你，你们的能量叠加的时候，对方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自我意识的爆发。好，他爆发了自我意识他开始认为自己在被爱、被理解、被支持。那这个时候有可能也会有一些知道爱但不懂爱的正在学习爱，会扭曲爱这样的一些因素。所以我认为他的武断呢，在某一个时间点会通过真正的碰壁了，撞到南墙了，然后被洗去或者被释放掉。所以我看到这个关系里边起码有一个人或者2个人都需要成长和进步，恰好呢逢到当下我们这个水星逆行的时间点，也包含了我们这个影片制作的时间点是水星逆行金星逆行。我认为当下是最容易让2个人重新的去分配你们之间的课题，你们应该如何用自己的方式成长，而不是把对方的课题背在自己的身上。还有一些朋友就是爱可以超越一切。我认为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在什么样的一个经历当中，如果你们是相爱相惜的，就像2块磁铁一样，总之会在某一个重要的时间点还是一样突如其来的你们会回到对方的世界。所以我认为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之间的关系有非常强大的机会，强烈的机会，而不是说它只是一个昙花一现的火花一撞击的可能性罢了。还有一些朋友，我认为对方在某个时间点会突如其来的来联络你甚至他有可能准备好了很多告白，他准备好了很多台词也有一些朋友你们会跨越山河或者说物理的距离进行见面，所以这些是没有来由的。好，就是有一种 out of blue 的感觉突然的这个人他就好像是开窍了，好像是突然的这个人就情绪化了，突然这个人就不再理智了。因为我们看这个卡牌跟我们的主牌有一点相似我们的王子这边好像有美人鱼在吐水吧，总之这边有一个水雾然后喷射出来，很像喷泉一样。
然后我们的主牌呢，这边有一颗星星在我们的3眼轮头顶的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你们的相思会吸引对方，然后你们之间的这个灵感能量是会像雷达一样就指引彼此找到自己。还有我们看到双眼睛啊，也就是说这个人其实无论在你做什么，在你在哪里，他都有一个有可能是环绕你的，或者说瞩目你的，或者说在内心当中憧憬你的双眼在你的背后。当然我们第3副组吧朋友不必害怕，我觉得这个人对你没有恶意啊，他对你也没有这种就是就跟踪的这个意味啊，我感觉到不是这样的一个过度自我中心，或者说过度存在私欲的这样的一种观察，这样的一种凝视。我认为就像是一个人他下意识的会看向自己最喜欢的东西，看向自己心爱的东西，或者看向自己在意的东西。我认为你让他在意，那这一组牌里边也会体现出一种超高的占有欲，所以我认为这个人会火速的在他某一个阶段情绪反应状态 OK 的时候，突然的飞到你的世界，而且他也是没有准备的。我看到这个是一种情绪的爆发，也是你们2个人相思相互吸引的一个结果。有些朋友这是一个断联状态如果你们的关系当下是稳定的，那圣杯10配圣杯6你们注定会拥有一个美好的家园，而且情感很和谐。一些朋友你们的子女运很好比如说你们有可能会有几个 baby 你们有可能会领养一些宠物，你们有可能会建造一个不错的家园等等这个是天使带给我们的非常好的祝福。当然这个关系里边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我看到有可能跟长辈的相处或者说你们在工作当中面临的一些自我目标的突破，还有就是这个关系里边总有人要多牺牲一些，当然不是一个人，就在每个阶段，有可能这个阶段你牺牲多一点，下个阶段对方会牺牲多一点，但是你们之间这种付出呢不在同一个时间点达到平衡，所以有可能2个人需要去在这个里边有可能是理解自己在爱当中想要什么，也是理解对方他有什么样的性格，有什么样的习气，有什么样固定的问题，我们可以在某一个阶段呢去重点突破。那我觉得第3组的朋友是可以跟对方沟通的，但是呢要在对方准备好的时间点这个沟通是突如其来，我们看到2张8号牌嘛，时间成熟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是在于未来我们第3副组牌朋友会出现的剧本，我看到还是蛮惊心动魄的还有就是是值得期待的好吗？那我们就这个牌我们也看一下这个未来的发展以及对方的这个能量是怎么样的好，我们把这个信息看好看全，看到这里也会产生一定的好奇这个人会做什么呀，这个事情会怎么样。我们看到是审判牌，圣杯3号 Page of Pentacles 金币侍从 Temperance 节制牌 and Four of Swords。 好，我认为你们的关系还是一样是可拯救的这个关系是可以回温的，然后我看到这个人也是可以跟你见面，可以跟你沟通的，只是每一个朋友时间不同，甚至有一些朋友如果对方他迟迟的不跟你沟通，并不代表他不思念你。Page of Pentacles 才有可能当下这个物质经济和个人的发展能量并不够，他会有点自卑，他会觉得我现在有一点风尘仆仆的我有一点破落，那他有可能在等待一个对的时间，但我认为这个人能量始终在你的周围。有些朋友我认为你们会复联，你们会复合，你们有可能也会有比较好的见面，但其实呢主要的这个问题Two of Cups Knight of Swords， 我们再抽一张Page of Swords。 第3组牌的朋友是灵魂的伴侣，有些朋友他甚至是你潜意识的伴侣好吗？有这样的信息那我们第3组朋友，我们刚刚讲到哪里问题在于什么 ？Ace of Pentacles， 我认为对方当下这个在3维世界这个物质上的能量，或者说他的一些现实条件，或者说你们的这个物理的距离一些条件是不足够的，所以好像你们为了这个爱总是要做勇士，勇敢的去负担什么，勇敢的去创造什么，勇敢的去说出自己内在的一些真心话和真的想法。那我认为这个人呢，在一个长久的或一段时间的憋闷之后，他会学会如何爆发，学会如何沟通，学会如何敞开喉咙。对的，我们第3组朋友，这个人是在学怎么敞开喉咙的，因为他当下这个状态并不能达标，达到一种沟通上的比如说好的效果，一个好的能量循环吧。经常呢他的一些话有点言不由衷或词不达意，但是圣杯2号配2张侍从牌，我看到你们之间有非常强烈的火花，是走到一起。圣杯2号、圣杯3号、圣杯6号，情感越来越好，或在原有的基础之上，你们会去疗愈彼此然后2个人有可能会把话说开，
不过我觉得啊，如果这个分离发生在过去的3个月到半年，这个人当下有可能还在憋，那我们可以给对方一点时间啊。还有就是我认为憋的时间，我们等的时间越长，恰恰也代表了这个人的成长和成熟程度越好一些，所以我们可以给这个人一些时间的。那我们第3组朋友，如果你想主动去联络对方的话，也没有问题。但是我看到啊，你们之间的沟通有可能还是一样，在对的时间会敞开。如果有少数朋友对方不读不回啊，已读不回之类的，大家不要担心啊。他在过他的关，好吗？我认为他在内心从不是排斥你和不喜爱你的。他的转身、他的隐藏或他的逃避啊，圣杯8轮逆位代表了不再逃避型的依恋，好吗？然后有可能他也会正视一些问题，那这个有可能会在他的心轮在当下震动和打开之后，这个心轮震动和打开之后，也会去影响到我们的喉轮震动和打开。我认为这个人他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宗教信仰，或者说他也有一定的就对于未来吧，比如说我们这个 divination 对于占卜啊，对于未来的这种预测呀、观测呀、窥视等等啊，他有这样的一些好奇心，所以不排除我们第3组朋友这个人呢，也通过占卜或大众占卜或者各种各样神奇的方式去连接过你。总之，我认为这个人在思念你的，然后有可能在你的出现之后，他的灵魂才会真正的看到这扇窗，以及看到光芒啊，光芒这个洒下来的地方啊，也会在这个地方他理解什么是真正他需要的爱。这个关系里边，我看到对方还有一定的占有欲和征服欲啊，我们刚刚讲过，所以我认为呢，如果对方在一个比较青春啊，不只是年纪啊，内心有可能有的朋友啊，内在永远都是一个小孩，或者说我们在情感面前，我们在自己喜爱的人面前，永远都是小孩啊，所以我看到他有可能会用比较小孩的方式去表达和对待跟你的沟通。但我认为这个人有可能也许下过心愿，是想跟你再见一面，再继续沟通的。这个心愿，你们彼此的心愿都是会实现的。还有少数朋友会说，哇，他不要来跟我沟通啊，我只是想看一看而已。Ace of Wands, Queen of Swords, King of Wands， 我认为你们在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变成更想成为的人，更加优秀的人。占着这种吸引力啊，哪怕你们在2个世界，宝剑的王后和权杖的国王有可能不在一个世界或不在一个城堡。The Star in Reverse, Six of Cups, Five of Cups， 但是好像缺少了对方呢，总是少了一些什么，好吗？缺少了对方总是少了一些什么，这种感觉的由来是哪里？世界牌啊，然后我们这边是金币5号，因为你们还是一样啊，你们的意识波动啊，震动范围，以及你们意识和就思考成长的轨道其实是不一样的。少数朋友这个有点像 twin flame， 就你和对方是阴阳啊，或在当下成一个 twin flame 的状态，然后我们就直接讲成阴阳状态啊。阴阳会相互推进，但是相互排斥，在不断的排斥当中又会撞击对方，让对方变得能量更强大。所以我们这个八卦盘或你们2个人的这个格局在不断的扩大。那我认为少了对方少了一些什么，多了对方呢，又好像让自己的某一种自信心啊，一种就或者说是一种自我展示啊，自我成就的这个情怀啊，或者说这种自尊感吧，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倒塌。我看到其实你们在这个关系里边，由于吸引力还存在，所以还是会容易跟对方重新的发生碰撞。好，这是下一个阶段的事情。那我们看一下对方有什么想说的啊。好 ，I want to show you I care， 这是在上一组也出现了。我想告诉你我在乎，我在乎。第2章呢，我们看一下 ，We both know I am not the one for you。我们都知道我不是你要那个人，好吗？我认为第3组朋友，对方有可能和你的这个目前的这个状态啊，或者说目前的你的水平，我们说的是经济啊、成长啊、社会背景等等啊，是不相称的。好，不相称有可能只是对方当下还在努力和奋进当中。好，我们第3组朋友可能优越于对方一些，或者说对方当下在一个自己并不满意的状态，哪怕他很优秀，他会觉得自己没有那么 OK。好，我们看一下第3句啊 ，External influences have been affecting my judgment。好，外界的一些因素
好，对我的判断有了影响。外界的一些因素啊，外界的一些转折，对我的判断产生了影响。这个人是有一定的大局观念的啊，他有国王牌和力量牌，所以他会去有的时候会权衡利弊啦，或者有的时候他会以一个更高的目标和更高的利益点来衡量，也不排除这个人他是一个 businessman or businesswoman 啊，就是商人啊，商人的眼光、商人的想法在看待情感的问题。好 ，I wish things could be different。我希望这些事情能够是不一样的。我多么希望这个事情不是这样的呢？怎么啦？第三副牌朋友 ，Don't pressure me， 这个在第一组看到过啊，别给我压力了。I have been distracted， 我被影响了注意力，我的注意力曾经分散过。You light up my life， 好，你点亮了我的生活和生命。我们再抽最后一张好了，觉得它还蛮神奇的。Be patient with me， 好吗？对我耐心一点，不要给我压力，对我耐心一点然后我被影响注意力和判断了，外界的因素啊，扰乱了我，让我无法集中，也影响了我在某一个阶段的举措。然后你呢是点亮我生活的这个人 ，OK， 我想要去表现出我对你是多么的在乎，但是好像呢我和你并不相配，并不搭。我们看一下好，我过去的生活 my past still haunts me， 我的过去始终在影响我。I want a new beginning with you， 我希望跟你有个新的开始。好的，所以第三个牌的朋友，我们抽了这么多啊，我觉得这个人你看他的喉轮被卡住了啊，每一句话感觉都没有说到重点上，所以我们在不断的抽，好吗？因为我们每一套牌的这个组合能量是不一样的。我认为第三组的朋友，对方呢其实也会对你有一点这种呼救啊、召唤啊，但是我又不行，我不能够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很矛盾。然后对方他应该是一个逃避型的人。并且呢，他会觉得我们看到啊，我们的主牌本身身上就有光，好吗？所以说你是他的光，你点亮了他的生活，他在意你的同时，其他的条件都不允许。那我们看一下啊，我们先这个分别去 clarify 一下信息是什么。我们先 clarify 一下他为什么不是你的这个对的人啊？我们要抽一下牌，抽这套好了。原因在于什么？教皇牌，好，对方有可能他的家庭背景、文化背景，当下他所受的教育和职责，也包含了一些朋友他有固定的情感，他的家庭给他已经指配了这个娃娃亲啊，指定的这个指配的一些这个联姻之类的啊。总之他会觉得在当下他没有这个条件跟你去进行承诺。好，我们看一下啊，是什么让他 distracted and被影响了他的判断啊，好，我们看一下，我看到这个人他想说的就是他决定了一些什么，是因为他被干扰了啊，就他会转移这个原因啊，转移这个原因和话题，看一下为什么 Seven of Cups。有人给他画了大饼啊，有人正在去告诉他，你应该这样想，你应该那样想，你应该这样决定，这是对的。所以我们这边也有一个三眼轮，然后正在被女神浇灌，我们的女神像是女娲一样，正在造人啊。好，那他被创造的，我看到有可能是他的原生家庭和他被灌输的这个价值观念影响了他，让他在某个阶段觉得我应该这样，我应该那样，这样是对的。所以我认为他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意见坚决的人。外在很坚决，其实内在非常容易被环境和外界因素影响。而我们第三组牌朋友，你也是曾经给他非常良善影响的人，你身上的这种专注力和决断力，其实是他非常的仰慕和喜爱的。那我们再去 clarify 一下，还有什么我们想知道的啊？好，不要给我压力，给我点耐心。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是他想说一些什么啊？Three of Pentacles， 他想跟你去沟通的，他想告诉你，我其实并不想这样，然后能不能给我一些机会，我们去商量一下呢？所以他希望的是在没有太大压力的基础之上，两个人可以去和谈和合作啊。OK， 对的，这个感情是能够合作的，所以我认为这个人的想法其实跟我们的脑回路有可能是有点不一样的。
好，然后我们再 clarify 一下啊，他希望这个事情能够不一样，他想跟你有一个新的开始，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太阳天蝎12宫，这个人在显化你，好吗？第三组朋友，这个人在显化你，他希望你能够回归，他希望你能够为他而回头。Eight of Pentacles。已经这样想很久了，或者这个人在等你的消息啊，这个人在等你去回他信息，这样想已经很久了。The Devil， 我认为他想让自己放下，在某一段时间又放不下，现在看起来表面上放下了，其实内在的他呢又充满了矛盾和纠结。我认为这个人很想跟你说话，但是他不敢，好吗？就是我们看到他的一个消息啊，有些朋友会说，哇，好讨厌哦，为什么收到这样的消息？I don't like it。其实 Stasi 也会觉得啊，这个能量有点黏腻，就它并不是特别的爽快、直接。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这当中理解到对方的这个脑回路和思维的曲线是什么样的。那究竟对方会不会展开真实的联络和沟通？我们 clarify 一下，出现了 Page of Swords，我认为这个人不会一直沉默寡言，他应该不会让自己一直做一个闷葫芦，他有可能还是会跟我们第三副组吧朋友在某一个时间点来进行沟通，但这个时间是否是恰当的呢？是否是我们第三副派的朋友你们喜欢的呢？有可能因人而异啊，我认为是有一点晚了，好吗？OK， 那我们最后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是什么？我们还有一些神谕卡。好，第一张呢，宇宙告诉我们的就是流れに任せる。就是 go with the flow， 好吗？我们把这个事件呢 surrender 交给宇宙，交给水流，让宇宙帮助我们去疗愈啊，然后按照步骤一步一步的来。如果是给我们产生了沉重的影响和压力的话，我们开始通过这样的方式放逐过去的情绪，开始疗愈自己，把这件事情就放了吧。第三副左牌朋友呢，把它当成风筝，你就放了吧。如果这个风筝它和你依旧是有强烈的吸引力，像磁铁一样啊，它还是会重新的落到你的身边，落到你的头上，好吗？我认为这个人就是会重新落到你的头上的风筝，好吗？那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把爱情啊，把这些过往的恩怨纠葛交给宇宙，你值得拥有更好的。我看到你的指导灵正在帮你去匹配非常优秀的对象，或者说帮你去敲打对方啊，让对方真正的醒来，好吗？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其他的 Oracle 出现了2张啊，一张7号牌，一张10号牌，但是我们其实看到的是The destroyed masculine， 也就是说对方的这个神圣阳性能量受到了损毁。那我们这个神圣阳性能量是非常可怜的在我们3维的矩阵里边，它有很多金币，很像大富翁的游戏然后这个金币不知道是在变多还是在变少，总之它已经伤痕累累了。这个大富翁的游戏让它非常累。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当中有时间的因素，有这个经济的因素，资源的因素。有这个战争的因素，好吗？然后我们这边有这个，好吗？政策的一些因素等等总之，我们这位 masculine 非常不容易把自己弄得像是这个富贵的乞丐一般他正在跟时间赛跑。那当下这个状态呢，如何解决？我们当然不需要成为神奇女侠去拯救他我们在这边呢看到的是7号牌 creativity， 也就是说创造力能够让我们的灵魂和精神重新去散发出澄澈的光，而且2个人一起去显化未来，走向一个新的阶段、新的单元。所以我认为呢，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让自己转过头来，首先是修复好自己的神圣阳性能量，再者就是跟我们第3组牌的朋友一起创造。如果并非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我们第3组牌的朋友，你也可以通过你的显化力去吸引到你的神圣伴侣，一同创造美好的未来。我们看到这个牌里边的信息和能量是完全不同的，所以第3组朋友对方他当下处在一个比较昏沉，所谓在3维世界五蕴至圣苦就这个色受想行识给我们带来的全部都是痛苦，在不停的煎熬。那其实呢，这只是一个背景墙罢了只要我们愿意去明心见性澄澈的站起来，那我们第3组牌朋友和对方的能量完全不同我们这边是疗愈自己，有没有？我们正在水源，正在大自然的附近所以说第3组朋友把这一切交给宇宙的同时呢，去显化你们情感关系、亲密关系更高一层的可能性，去不断的创造。你们也可以自己去创造去学习，去感受你们喜爱的事物，宇宙会帮助你，让你的光更加的灿烂，甚至可以去照亮出我们的未来，照亮我们整个的3维世界，甚至是更高维度世界，我们存在的领域，我们在感受的一切，好吗？所以祝福我们第3副组牌的朋友。这一组牌朋友的这个星座就是基本固定星座比较多狮子、水瓶、天蝎、金牛座。然后这边看到风象水瓶、双子、天平。然后一些朋友对方有可能是比较偏土象和水象的。
好，星座是一个参考啊，把这个信息送给大家，祝福大家呢，在我们的情感体验和未来一段的这个生活状态，我们的感受上都能够更加跃升，然后宇宙会帮助我们去进行这个升维的提升，祝福大家开心、平安和幸福。我们今天组卡牌看着这里，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